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天天跟我聊什么独立音乐、哲学、文学，你就感觉他跟你说这是康德，这是弗洛伊德，这是沃氏、沃德。可能母子关系就是这样，你的任何拒绝，在他看来就是小孩子耍脾气；你对他 say no， 在他听来是 say no， 对吗 ？so 那加那的。他似乎已经意识到我们俩的关系降入了冰点，所以我一回头看他，他就朝我微笑；我一回头看他，他就朝我微笑。但是微笑在美赛前不是我的都不特别。你们是最容易被骗的人。跟你说录综艺，给个链接你就敢往里点啊！陌生手机给你打电话，你真敢接呀？搞到后半夜，凌晨1点了，困不困？眼睛都不敢闭，再一睁眼，缅甸。恭喜黑灯刘大卫直接晋级，我们下一场精彩继续。欢迎来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欢迎大家，欢迎我们的气氛组组长，欢迎。当然，这一赛段也有我们的老友刘仁成。那这一场是我们这一赛段的第3场比赛了，精彩马上就要开始。我们先有请今天要比赛真正的主角演员朋友们出场。欢迎胡来、徐指导，谢谢安全出口。吴宇、岳明，真勇、李卓言、陈爱，大老王、T友、喵喵、77，传直、杨子儿，门枪、小海，欢迎各位，欢迎各位，请各位演员朋友到我们的备战区入座，加油！最后一场，我们4位对今天的比拼有什么期待不？我刚才跟博哥啊，我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晚上做梦全是脱口秀，我没有看过那么多场脱口秀，就跟洗脑一样，真的。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小魔咒，这个自打刘仁成先生升任总编剧之后啊。他呀有这么5位非常看好的选手朋友们，啊，在第1轮之后呢，已经刷下去3个了，对，然后还剩2位，然后有1位在昨天呢也已经待定了哈，待定了，今天就剩7友这一个独苗了，我想看看刘仁成到底他能不能破除刘仁成的魔咒。好，那问问这个阿成吧，这个可别看好谁了好吗？真是。我就不说了，我不敢看好了，不敢看好了，我就希望大家今天加油吧。今天，那节目离不开编剧的付出，当然也离不开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比赛马上开始，今天第1组对决要出场的是哪2位？情商低，门墙老师情商很高，我就选门墙老师。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感觉门墙老师距离很远。对，我就记得你第1年穿的那个就是纱的那种，像古偶，就是仙侠的那种感觉。小海老师内容就很好，比较有共鸣，就是讲婚姻也好，或者讲职场的东西啊。讲完就淘汰了，婚姻职场都淘汰了。对，但好内容总会被看见。你能开个班我跟你学一下。门墙老师他是内心很发光的脱口秀演员，像水晶一般，他是整个很清透的一个风格，想说门都没有，就是这么有腔调。小心点，上海人来了。那第1位要上场的就是喜单3年的老朋友，是我们所有人在时尚圈的人脉，但是他的精致背后也许也有烦恼。开场不容易，请大家多多鼓励，我们掌声有请门枪。大家好，我是门枪。
3年了，老朋友了。说到老，我最近觉得我自己年纪大了，朋友们，我39岁了。哎，就等这个反应哇！互联网上现在我已经被称为中登了。哎，我说我上海人可不可以叫摩登啊？就是我知道我看起来没那么老，让我很难受的一点就是，如果我看起来老，大家至少会尊老。但我看起来还行，所以我没有得到尊重，我光老。哎，我比翟佳宁大10岁。哎哇！他们尊称他为大翟，叫我小门。很像一个奇怪的组合，大宅门。哎呦，现在别人问我岁数啊，我都不正面回答了，我都说我87年的，我让他自己算，万一他算出来29呢？但这么做也不稳妥。上次有个朋友说：“哎呦，门枪，恭喜你啊，明年退休了。”我说。脱口秀演员呢都很贱，在知道我的年龄之后，一直会问我一些很古早、很刁钻的问题。蒙哥，你下过乡吗？用过粮票吗？我说没有，我用的是银子。哎，他们问起来没完没了的，烦死了！老是要给他们科普一些上个世纪的事情。我说来吧，一次性跟你们讲完，来，听好听好。在我那个年代啊，我的 QQ 号码就只有7位，加班真的有加班费。中国男足真的进过世界杯。他们只听到 QQ 7位，那你身份证呢？我说18位，他说哦，那我们一样。我说哎，不太一样，我310开头，我不。现在身体也是每况愈下了，腿脚不太好。我现在啊，只要这个腿站超过5分钟，就很容易麻。所以如果等一下我突然不讲话了，我就是演完了，但是下不去。当然了，其实虽然内心很焦虑，你们还是可以从我身上找到一些松弛感的，对不对？我的脸，皮肤松弛，尤其是我现在很多时候工作要和一些明星和爱豆同台，哇，他们的皮肤好贴好紧啊，没有毛孔的。我上一次皮肤这么好，1987年。太焦虑了，太焦虑了！我女朋友为了安慰我，她说：“不如你陪我出国旅游散散心吧，我们离开这个制造容貌焦虑的地方。”我说：“好呀，好呀！”我就答应她了。然后呢，我就陪她去了意大利。我大意，路上全是帅哥。哎，我在那边我一点都不焦虑了，我纯自卑。我们第一天到那里点菜的时候，我说：“哎，你要吃什么？”他说：“随便，都是我的菜的。”讲完他就站起来，我说你去哪里？他说我去拍一些风土人情哦。我回来相机看哪有风土，全是人情。我气死了！我当时啊，要能站得起来，我早走了。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治疗容貌焦虑最好的方法就是接受容貌治疗。所以今年1月，我去了一次韩国。我知道你们有一些疑问 ，Yes I do。第5代黑钻超巨核能超声炮，不要做。医生说这个东西的副作用是会肿1个月。当时1月，我3月演专场，我说来吧 do。做的时候他还问我痛吗？不痛的话，我们把功率调大。我痛死了，但我没说，我一样付了钱。必须享受最大功率，所以他问我痛吗？我一边哭，一边说啊你啊。做完之后他说恭喜你顶住了最大功率，由于是最大功率，所以会肿4个月。我说，然后回来演专场的时候，我的脸肿得像猪头一样，收到很多恶评，门腔整容失败。
门腔的脸蛮化了。恶评下面也有人反击他说不，门腔只是中年发福呢。哇，我往下翻评论，还是有懂行的人说他只是做了超声炮在恢复期，是我小号。真的很怕变老，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去寻求我爸的帮助，毕竟他当老人比我有经验。我说爸，我好焦虑，我39岁，马上40了，怎么办？他说，哎，你不是已经41了吗？上海人说虚岁的呀。我说不是虚1岁吗？他说哦，虚1岁那个是郊区的算法。我说你胡说八道。他说嘿嘿嘿，变老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胡说八道，你不能拿我怎么样。正巧那个时候有个很烦人的邻居来找他出去，我爸说没空在忙，那个邻居还在说你个老头子有什么好忙的，敲门。我爸就用胡说八道来拒绝社交请求，他甚至都不用好好想理由，张口就来，在忙呀，在忙呀，听得懂吗啦？哎呦，马斯克找我帮忙办积分落户。胡说八道真的有用，朋友们，那个邻居再也没来找过我爸，所以我现在有点懂了，我现在这么别扭，我怕老是因为我还不够老，等我足够老了，我也就可以不在乎，就是谁能拿一个老人怎么样？朋友们，等我足够老，我就去制裁那些不文明的人。我遇到有人插队，我就插到他前面，然后躺下。他问我干嘛，我说我住这儿，户口在这里，你想怎么样啊？你插队，我落户。恶人还得老人磨。遇到那些公共场所抽烟的人，我就过去对着他的脸，我咳嗽，我把他咳走。追着他咳到他把烟掐掉，咳到他受不了，说：“哎呦，你想怎么样了？”我说：“看不出来吗？想加你好友。”其实已经讲完了，有点麻。我还是会担心自己之后变老的样子，但我觉得好在我很庆幸我有这个舞台，因为我知道我们演员站在台上，你们就只想看我们最真实的样子，对不对？对。现在就是我最真实的样子，因为4个月过了，我消肿了，谢谢大家，我是门腔。谢谢门腔，喜欢门腔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门腔，开场开得很好啊！谢谢。很好，紧张吗？非常紧张，节目组也很照顾我，知道我年纪大，所以让我早点开完就可以去旁边稍微静静享受大家演出了，这样。很悲观呀！你怎么觉得你要去旁边？你不是在这儿看呢？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哦，就变老就会这样吗？对，就是网上都说30是更好的18。但我觉得我39就是更好的40，就感觉那种不会再好了那种感觉。怎么39不是41吗？这个就是市区的算法。这是一种报复，你知道吗？因为你说39就老了，然后估计我们俩可能想法是一样的，哪跟哪儿啊？就是年龄大了以后，就是那个心态。然后在意别人看你自己的心态，都会发生变化。对，所以说你看你39，我们都50多了。你不是你把你自己聊自己，他比我还大，他比我大，然后不知道吧？非得强调，你知道吗？我发现哟，原来大家变老的心态都相似，是，所以我很有共鸣。但是你到你后面说的时候，我就听不懂了。哦，什么这个炮那个炮的时候啊，我发现哦还是有代沟，完全听不懂。这个不用听懂就不要做，就是什么大黑炮什么的，那个超声炮，就是平时洁牙的时候啊，就是有的时候你想让牙齿洁白，然后就是做的一种护理。护理的时候有时候脸会肿，大概是这种。你是这么理解的是吧？还是个养生节目。而且我没有感觉出来你紧张，主要腿麻了，他主要是麻了，麻了。
我很喜欢，很喜欢。谢谢。前2天我跟文强刚做过那个采访，对，那天我觉得你特别紧张，今天我反而觉得你很轻盈。以前感觉你还是那种更偏温柔的那种在说的一种状态，现在我觉得你能量越来越强，整个人也越来越自信。今天开场非常棒，谢谢。还有你见到他的时候是在40天内，现在已经过了40天了，是吧？我就前2天刚见到，是吧？啊，4个月。上岁数的耳朵不好，这个你们要这必须得还回来，你知道吗？耳朵不好，脑子不好，这很正常。那您听的倒是挺清楚啊，那挺有意思的。这大林是最年轻的，但我们叫您大林哈。他也叫大宅啊，是大宅啊。我有这个感受。你看那个孙红雷，他比我大4岁，但是呢，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呢，所有人都管他叫红雷哥，管我叫叔。他可比我长得老啊！问题是，有的时候是自己对世界的判定跟世界看你的样子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是吗？没事，这个他出生就是黄渤，辈分比你还大呢。嗨，伯伯，行了，唐伯，别聊这些天了。昨天有人管我叫李伯伯来着。哎呀，说句实在话吧，没有人在乎咱们这儿这3岁2岁的这个差别了。成，谢谢文强，很好的开场，谢谢。他们说你讲年龄焦虑，你讲自己觉得容貌焦虑会有一点点冒险，或者他们觉得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这个其实就是我最内心的想法。我也马上40了嘛，想聊聊这个。干杯！我说我马上40了，因为网上有人说30是更好的18岁，但40就只是更好的41，就是我觉得不会再好了。更好的41也很好呀，因为我们每一年都在努力，我们每一年都没有摆烂，我们没有就是很颓废，多好。这个是对，就是有退路。我是你的退路，你是我的靠山。祝你生日快乐！查得到词好吗？1、2、3。跟文强对决的这位朋友，之前在曾经的节目里面对内衣这个事情小发雷霆啊。上一期的时候对这些街边偷拍的朋友有点勃然小怒，那今天会说些什么呢？我们掌声有请小海。大家好，我叫小海。我最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情商很低，经常嘴比脑子快。前2天我看见一个演员，他鼻子长得特别好看，我就想到一个绝妙的夸他的方式。我说：“你这个鼻子，是不是做的呀？”他说：“是。”我说：“我是不是太冒犯了？”他说：“是。”我赶紧跟他说：“对不起，我是想夸你。”他说：“没事儿，我不在意。”我说：“我不信。”这就是我夸人的时候很鲁莽，道歉的时候我又很鲁豫。我工作的时候情商更低。前2天我去一个公司演出，结束了一起吃饭，旁边人我都不认识，我就开始给他讲红酒。讲完我问他，我说：“您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我是副总裁。”你们有人给领导上过课吗？有人给甲方爸爸当过爹吗？你知道当时有多尴尬吗？就一个老板在饭局上，没有人给他敬酒，只有我在教他品酒。就他平常参加饭局都是张董、李董，然后到我这儿，这个你懂不懂？更尴尬的是，他说完他是副总裁之后，我说副的呀，副的那更该学了。我真不知道我情商为啥这么低。我明明看过很多那种提高情商的书，但是没有用，没有用，书到用时方恨没有用。有点意思。因为那些情商书里净教你点没用的招儿。有一个书里教我说，你说话的时候，你要停6秒。我说停6秒，就我这脑子话停6秒我都忘了。
而且说话怎么停6秒呀？别人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情商智商都没了。有一次我试了这个方法，我录那种带观众的播客，我说话停6秒，台上6个主播，我根本插不上话。后来视频放出来，都有人问为啥这个观众要坐在台上？真的没用，很多情商书都很水。我买了本黄渤老师的情商书，叫《黄渤的说话之道》，作者是张孝恒。我估计黄渤老师都不知道他有这本书，我估计他看到这本书都得说什么说话之道，我不知道呀。这本书的内容啊，就是整理了黄渤老师之前说过的话。上一次我看到这样的书还是《论语》。这全书第一句话就给我震撼了，说在这个看脸的时代，黄渤没有帅气的外表，没有挺拔的身材。情商书第一句就没有情商。我说这玩意儿我已经会了呀，根本就没用。网上还经常给我推各种什么高情商话术，说你真是太厉害了，这个点子相当不错。这个方法我试了，特别像阴阳。有一次发完工资，我说老板，这工资也太多了吧，这怎么能花得完呀？这些方法都没用，所以我现在也接受自己情商低了。但我现在真的不理解，我觉得很多人对自己情商要求有点太高了。我甚至看到网上有人问，如何高情商吵架？我说吵架最重要的是高情商吗？啊，吵架最重要的那不是低素质吗？没有人吵完架说，哎，那句话也太难听了，我情商也太低了，对吧？所有人吵完架都是那句话那么难听，我咋忘了说了？真的，我觉得不用逼自己高情商。其实我觉得情商低也挺好的，因为情商低的人我们都很真诚，对吧？你看那些情商高的人，从来都不跟你说实话。我有一次去演出，有个人情商特别低，直接跟我说你牙上有菜。然后突然想起来，刚才有个高情商的人跟我说：“你今天的笑容很特别。”真的，其实我觉得情商低真挺好的。情商低，你还更容易让别人相信你。你看那些，比如说跟领导表忠心，那些情商高的人就很难，对吧？你看关羽还得说但凭驱使，绝无二心；诸葛亮还得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张飞只需要说俺也一样。我觉得真的不用逼自己高情商了，因为很多成功的人，他要是情商高了，他就成功不了了，对吧？你看，如果鲁迅见谁都夸，他成不了伟大的作家，对吧？如果乔布斯好说话，他也做不出伟大的企业；如果翟佳宁不爱骂人，他能当冠军吗？如果我没有教副总裁品酒，那该有多好！先讲谢谢大家，小海。谢谢小海，喜欢小海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我现在好期待黄渤老师的高情商点评啊！那书我知道，机场有一段时间到处都是，我都绕着道儿走。但是呢，有的时候吧，自己碰到不会说话的时候，自己也偷偷翻着学一下，经常啧称叹。你瞧瞧人家说的，对，这是又学到高情商，又学到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跟您学习的，其实就是。但他也是很善良，内心很善良。
在咒骂的时候还不忘说一句，估计黄渤老师也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高情商的表现，你知道吗？但是黄渤老师有自己最近写一本书，叫啥我给忘了，对不起。但是堪称情商之典范。我都没有，我智商也没有，对不起。哎呀，你说他不宣传吧，他记得这个事儿；你说他宣传吧，他忘了啊；你说他故意的吧，他对不起。哎，很巧妙啊，很巧妙。最近没有写什么书啊？啊，最近没有，这真没有。哦，你说他诚恳吧，他造谣。哎。太好了，真的是，我觉得我能成为你这个段子里边的一个出彩的梗，我是感到无比的骄傲。谢谢您，真是宽宏大量，谢谢您。哎呀，你们俩情商挺高的呀！我主要是我演完之后收律师函了，我就对，您肯定不会的，谢谢。对，那本，你说他傻吧，他把路全堵死了。谢谢您，谢谢您，主要是您让讲就非常感谢了。你之前也没跟我商量过呀。大林也是，就是大家口中这高情商的典范呀。听的这个话题感受如何？啊，我再等6秒。我再等6秒。这个小海真的是和之前在越来越好。是，谢谢。主要是今天的观众也特别好，今天的观众。你上台之前吃什么了？你到底怎么？你底层代码是什么呀？什么逻辑？这是真好，是我这人从来不夸人，我就是。你那本书他没白看，我觉得我那本书还真的值得研究研究，你知道吗？还是有用，还是有用。哎呦喂！我说我怎么那么喜欢小海？他就有一种又钝又机灵，就是你两边都沾，但是你在不同的领域用的都特别好。但我觉得你的底色是特别真诚的感觉。谢谢，咱们底色都真诚，都真诚。我也特别喜欢您，我都喜欢，我也喜欢黄渤老师、李乃文老师，还有我喜欢。你这情商太高了，这个你知道，这个喜欢就不珍贵了。你就是喜剧之王。我 get 到了，不能太假，确实。听听乃文哥吧。啊，我这低情商的，我还有资格说话吗？没事，您跟我学呀，你。哎呦呵！但是真的，首先咱不说情商的问题啊，就是他很真诚，就是。当然了，低情商不代表他不真诚，真诚很重要的。刚才你的话题，说实话还能让人思考，就是那高情商就一定会虚伪吗？也不一定，对吧？像这种又真诚又高情商的，那真的是有啊。我跟您4位这聊天，这堂课值1000块钱，一人250的意思是吗？我数学还可以。你知道吧？这个乃文老师情商没太有，智商还是在线的。多么完美的一场聊天呀！我们快把门将请到台上吧。谢谢。看看这场超声炮对决高情商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我们请看大屏幕。恭喜小海！那很遗憾，按照规则，我们要请170票的门枪暂时前往待定区。这个第2赛段对我比较关键，是完全出于我个人的原因，因为去年其实我就是第2赛段输的走的，所以有心魔在，倒不是怕输，而是我怕我自己演不好，是不是自己的水平就是不够高，或者就是没有在进步。恭喜小海192票，直接晋级。哎呀，因为我这个人吧，虽然说话难听，但是我也有点
自觉，就是哎呀吧，我又怕得罪人，又天天得罪人，就是又容易惹人生气，又怕人生气，然后还得反复跟人确认你到底有没有生气，反复确认，直到他真的生气了。就是我希望我，不小心说了这个人，但是你呢不要生气。我觉得小海特别会给人情绪价值，因为每个人都会紧张是好的，紧张是有助于你发挥的。我第一轮的时候，我们一块上开放麦，我就跟他说我焦虑啊，今天演的好不好？他说你绝对没问题，他会给你很饱满的情绪价值。海姐呀，其实特别爱关心别人。她今天还给我发微信，她一般在网上看到什么有用的，她认为对我有用的素材，她都能给我发过来，说大宅你看这些素材你能不能用上？我认为还挺好的，她是这么个人。小海很率真。其实这种率真，我觉得在真诚的人眼里就是会欣赏的。脱口秀演员恰好也都是一群很真诚的人，所以我们很幸运碰到小海，小海当然也很幸运碰到我们了。开场的2位就很精彩，那我们马上开始下一组的对决，我们看一下要出场的是哪2位。我和川池更像是一种师兄弟的关系。我俩最开始都是在沈阳大风天喜剧接触的脱口秀，另一方面我俩还都是沈阳建筑大学毕业的，也非常巧合。对，校友。所以说我感觉我俩比还挺好的。希望川池演的时候吐字能像第一轮一样清晰。希望杨天比上一轮高1票。这太不现实了，我这个希望是现实的。那第一位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来自东北，现在住在上海。可以说东北呢是他的往事，而上海是他的现在进行时。掌声有请川池。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川池，大家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是一个黑龙江人，大学毕业那年来了上海工作，来了之后马上体会到了上海的快节奏，在一家广告公司实习了半年，刚转正就被公司裁员了。我说我这是被公司退订了吗？甚至我收到 HR 给我发来的消息的时候，我发现我跟 HR 的聊天记录一共就2条，第1条欢迎加入，第2条非常遗憾。我真的感觉时间要是再短一点，他都可以把第1条撤回。就刚转正就被裁，我都反思自己，我说我是不是平常做了什么出尔反尔的事儿遭报应了呀？我确实是不应该经常开通这个视频软件的连续包月，然后马上就取消。我赶紧像那些视频软件求我一样，就求 HR， 我说您真的要残忍的把我裁掉吗？要不再免费体验2个月呀？HR 狠心的让我离开了，同时也安慰我说：“你看开一点，是被裁了，好歹有 N+1，就你工作的年份加上1就是我的赔偿。”我觉得这个计算方式有些问题，因为我已经做完的工作，钱不都已经给我了吗？我失去的是我以后还能继续工作的机会。那 N+1的 N 为什么是我工作了多少年？那不应该是我距离退休还剩多少年吗？我知道这么说可能对有一些老员工可能不公平，但是公司走出自己什么人性化，那我就觉得应该灵活一些。你 N+1既然都叫赔偿了，那就应该哪个时间长你就按哪个时间赔。裁员只是我财富自由的第一步。以上呢就是我被裁了之后的一些幻想。被裁了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不敢回家。我当时信誓旦旦地跟家里说我要去上海打拼，结果半年就回家了。进门我爸就得问我说：“怎么儿子，公司放暑假了？”我怎么回答他？我说公司下半年让我自习。而且被裁之后，我才意识到，就失业这个事情，在我们家竟然是一种传承。我爸当年27岁下岗，我24岁被裁员，真的，我们爷俩失业的岁数加一起都到不了退休年龄。那子承父业，成的是失业，爷俩凑不出来一个社保，又不敢回家，我也没有找到新工作，我最后去投靠了在哈尔滨工作的大学同学，叫江哥。那段时间活得就非常谨慎，
就因为我明明在黑龙江，我要跟家里假装我在上海，有一种回黑龙江潜伏的感觉。每天早上一睁眼特别割裂，说我的家在东北黄浦江上。每年秋天我家会给我邮很多吃的，说到了秋天需要贴秋膘。那段时间我妈有一回把一整箱的哈尔滨红肠从黑龙江给我邮到了上海，我再托朋友从上海给我邮回黑龙江，是吧？我说今年这个贴的秋膘还是个回旋镖，是吧？一个快递整整发了6天，最后是个省内快递。我在那拆快递的时候，我江哥在嘲笑我，他说这个红肠跟你一样啊，去上海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你说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红肠在提醒你，我肠儿回家看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越来越容易被发现，因为到了冬天，上海和黑龙江的温差实在是太大了。我妈有一天给我打视频电话，她打着打着就问我，她说：“上海现在这么冷吗？怎么你一张嘴嘴里还冒哈气呢？”我赶紧跟她狡辩，我说：“啊，我可能就是有一些发烧。”我后来查了一下，我如果想要在零上12度的上海，因为发烧张嘴冒哈气的话，我得烧开。在朋友那儿住的也不是非常顺利，他本来跟我说你来了就随便住，无所谓，人家当时就是客气客气。我真往心里去了，我住了半年，我住到后来他都开始点我了。有一天我回家，发现他客厅里看电影，我说这是什么片子？他说这是一个得过奥斯卡的韩国电影，叫《寄生虫》。非要拉着我一起看，看完之后还问我什么感受。我说我想把我爸我妈接过来一块儿住。我看完那个电影，我就开始思考，我感觉被那个电影点透了。那谁还不是个寄生虫啊？我看开了，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寄生在学校，工作以后寄生在公司，我今天开始打算寄生在喜单。喜剧之王单口记嘛，你知道？我可能就是爱当寄生虫。我那天晚上决定回上海了。我甚至给我这个心态找到了一个出处，就有句古话说得好，我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那寄蜉蝣就是寄生虫，渺沧海就是去上海。我想明白这个事儿之后，我就确定了我再回到上海之后的目标。我现在就是寄蜉蝣于新天地，讲脱口秀来爱奇艺。讲完了，谢谢你们川池，谢谢大家。谢谢川池，喜欢川池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川池。川池是编剧对吧？对对。我觉得他的那个写故事的能力特别特别强，好像在看一个电影的感觉。你的说的特别有一种叙述感，然后也特别的有很多精准的一些细节，就听着很舒服。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在这嬉笑怒骂之间，其实能感受到这个是作为一个打拼者，一个年轻人在这个人生阶段的那个境遇。我可能我得没情商几句了。我是感觉，首先您这个编剧出身，您肯定您这包袱都挺工整的，但是吧，就是他让人觉得这东西他肯定不差，但是他也谈不到特别惊艳。基础分肯定低不了，但往后走的话，可能您还真得再想想别的办法。好嘞，我想想，我学习一下。回去找咸鱼补补课。也不能走偏门吧。看到了潜力，就提出了更高的期待跟要求。谢谢川池，谢谢，谢谢，谢谢，请来到休息区。第二位要上场的这位朋友，上一轮讲的是他爷爷的那些故事，这一轮他要跟咱聊的是职场，但是他的职场跟咱的职场可能有点不一样啊，听一听具体怎么回事。掌声欢迎杨仔儿。Hello， 大家好，我叫杨仔儿。毕业工作过2年，太累了，不干了。我现在就想找一个那种有钱没活的工作。找过一个在大学城的文具店看店的活啊，老板说每个月底薪3000，但是绩效是店里当月流水的10%。我寻思这也太大方了，
我第一个月到手3002块7，2块7那叫绩效吗？那不是给我底薪扔余额宝里了吗？老板倒是很年轻，没什么创业经验，刚上大2。我见他第一面我就知道我来对了，这地方绝对啥事没有。我就没见过哪家忙碌的公司，老板办公桌上挂着4级必过的。我见过大资本家，还头一回见男大资本家。人别的老板都是那种不苟言笑、难以接近，他成天呲个大牙往那一杵，你就感觉拉布布活了。拉布布白天都在学校上课，跟我说万一学校有人买货，就打电话叫我去送货。早上8点钟跟我说的，下午4点才打来第一个电话，着急忙慌的。我寻思来什么活了吗？他说他作业忘带了。天天在这上班，啥事儿没有，就连一个能勾心斗角的同事都没有。刚来的时候，店里还有一个财务姐姐，也就是老板的母亲。后来财务也离职了，据说是和老板理念不合。老板一直想引进一台进口设备，但是财务不给他买4/2。后来店里还招过一个年近70的大爷啊，大爷来的时候因为刚退休，在家闲得难受，干了1个月也不干了，因为在这儿闲得难受。我跟大爷共事那段时间，我就见他干过一件事，吹笛子，吹的那叫一个好啊！我就在边上看小说，我俩一个调素琴，一个月金经。真的，你们根本都想不到这地方得闲成啥样啊！就大爷来上班之前，他都不会吹笛子。我们店里卖的主要就是那些建筑学学生做模型用的材料啊，也就是我的老板做模型用的材料。我支持大学生创业，但我的老板真是让我看不到任何能运营好一家公司的潜力啊！我们店里卖的一管胶水，9块5进，7块5卖，得亏是让我发现了，不然我们的进货商能来找我们进货。成天看孩子这样，就总忍不住想帮一把啊！这毕竟我虚长他12岁嘛。但孩子是真啥也整不明白啊！我们店里卖的那种白卡纸板，这东西非常容易受潮，受潮就会变形，变形它就废了。我就眼睁睁看着我大2的老板进一批扔一批，进一批扔一批，他想不到任何的办法。有一天我实在看不下去了，顺手买了2防潮箱子给板子装进去了。没想到他跟我说：“哎呦，我杨哥太帅了。”你说我咋就想不到呢？我寻思这玩意儿咱有啥想不到的？那东西潮了，咱得防潮。你说咱都大2了，你说咋的？这是大3的知识吗？还是怎么的？但是他夸的有点太真诚了。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要来店里，就会盯着那2防潮箱子，欣赏。一边欣赏一边夸我，他夸的有点太狠了，给我夸的感觉那2防潮箱子是我发明的。偏偏我又是那种不经夸的人，他一夸我，我就想干点啥。所以后来我又陆续发明过垃圾桶、拖布，在别的地方累死累活的当个牛马，到这啥也没干，当上牛顿了。成就感一旦来的太轻松了，就很容易产生依赖性，啊，慢慢我干的活越来越多，干点啥他都杨哥太帅了，有的时候我刷着蕊炮骂我，我都得上会儿班缓缓，太治愈了。解忧文具店，你在这块擦个地，哎，杨哥太帅了；你倒个垃圾，杨哥太帅了。哎，杨哥也没干啥，哎。就是越来越帅了。原来劳动才是杨哥最好的医美。
一个年下的老板夸人的方式就是这么有力，且匮乏。我们店里有一台做模型用的激光切割机，老板一直不会用，我一上手就研究明白了，给孩子激动坏了，指着我就喊：“哎，我杨哥！哎，我杨哥，你就我爹！”朋友们，我是上过正经班的，但我从来没听过一个老板这么纯粹的夸赞。怎么老板还可以这么提拔员工吗？没给我涨薪，直接长辈儿了。果然机器好使了之后，就有他的同学来店里求着他用那台机器，他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狂暴。每次有他的朋友来店里，他只会跟他说2个字：叫爹。那段时间每天上班都能固定多几个孙子出来，上班上出了一种子孙满堂的感觉。我寻思，你作为一个老板，你给我开支就行了，你不用给我散叶啊。但没想到后来单子越来越多，可店里就我一个人，我又得接单，又得生产，又得送货的，我根本就忙活不过来。后来我又开始加班，加到后半夜3、4点钟啊，我大2的老板一丁点忙也帮不上，因为他们查寝。真的那段时间给我累的，我心脏都疼。我现在不能这么干了，别最后他创业未半，我中道崩殂了。干了1个月，店里挣着钱了，老板对我的态度也不一样了，他也不夸杨哥帅了，见着我不错啊，杨哥好好干。不是他跟谁学的呀？怎么挣着钱了，突然就变成一个老板了？好在我每个月有店里10%流水的绩效。但是他说杨哥，我们店最近准备扩张，账上暂时没钱了。账上没钱了，那你手里那台 Switch 2是哪儿来的？他甚至学会给员工画饼了，跟我说杨哥，你只要好好干，等新店开了，我就让你当店长。当上店长了，1个月没白忙活，但1个月以前杨哥当的不是爹吗？果然当老板的挣着钱就变了，而我依然想找一份有钱没活的工作。谢谢大家，我杨胆。谢谢杨胆。喜欢杨胆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我记得黄渤老师第1轮就很喜欢杨胆的表演哈。上一轮的表演，我觉得是堪称经典啊！那文本1个字儿不能多，1个字儿不能少，写得非常准。但这次就等于是取材了一个这个很独特的一个角度，很少人能有这样一个经历，还是对生活的那些细节提炼的蛮妙的，很奇妙。跟上次的风格完全不一样。那我觉得杨仔是刻画人物的能力特别强。上次其实他也是在说一个人，然后这次又把这个大2的老板，就是你说的很多细节，他就好像很生动的在我们面前，就我觉得你好会写人物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您这包袱就写的特别过硬。因为我之前一直认为脱口秀和其他这种喜剧形式的区别在于，它要传递很多准确的情绪和态度、观点。就是您这节目和上一番那节目其实都是比较偏荒诞，算是独特经历吧，算是。那这个事儿确实它真能存在吗？就这个？真的存在。我真有一儿子，他。对，我是当时全职干了脱口秀之后才和他断绝关系的主要周中没啥事儿干，我就寻思找个地方待着，然后啥也不干，能挣点钱也挺好。那老头学会吹笛子，你学会脱口秀了。我只是觉得就是，可能是由真实生活改编的，但是，对于我们听者来说，它确实有些过于荒诞了。但我觉得，因为您这包袱确实设计的足够有保障，所以说就可以让大家我们什么也不管，我们就跟这儿就听，它有意思就完了。我不一定非得在这儿听到什么所谓的共鸣什么的，我是这么看的。谢谢老师。而且我觉得
这个很难。我看就是大家的脱口秀呢，基本上是说自己，咱们有一个直观印象，他那个代入感啊，就很容易就被带入进去。但是他说的是别人，说的是那个老板，大二的老板，他真的能把这个老板刻画得非常生动。我脑子里想的就是你的形容也特别准，就是我是觉得他和他妈就是两个拉布布。在那儿是一个上学，一个当会计，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老板，但是呢，也有点自己的那个小心思在。这个我觉得挺难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那我们把川池也请回舞台中央，看一看这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呢？请看大屏幕。恭喜杨仔，那很遗憾，按照规则，我要先请161票的川池暂时前往待定区。恭喜杨仔195票直接晋级。段子肯定都是有一些艺术加工，这个确实很荒诞、很抽象。因为我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也是这种感觉，这个经历感觉太独特了。就是我真没想到这么年轻的老板能让我遇上。一直幻想着能过上那种有钱没活的工作，但是真闲下来真没活了的时候，我又会去不自觉的找活。目标就是闲着，但是我往那一坐的时候，我就不受控制的，我就扒拉扒拉这个，扒拉扒拉那个，然后就忙活起来了。因为在一个这样的单位，你想获得点成就感，真的太轻松，就是这种成就感真的让人上瘾。哟，这么晚了还改稿呢？杨哥，你稿子太好了，我现在这个完全不行。哎，也得劳逸结合啊！哎，杨哥，你还会这手呢，你挺全能啊！这也靠着，舒服。哎呀，杨哥你太帅了！就是我现在肚子有点饿。哎，我来，打开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想吃啥随便点。你看我杨哥，你不仅有帅气的外表，这还有生活的智慧。哎，杨哥，你这改的太好了吧？说你这么帅，还这么幽默。你等着，还有更幽默的，你看啊。啊。哎，这不你稿子呢？哎，这不哦，要上台了是吧？行。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哪2位演员？有新朋友，有老朋友啊。那第一位要上场的这位朋友，他此刻仍然还在北大就读，是我们大学生赛道的这个新朋友。喜丹舞台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黑皮体育生。因为比赛就是你经常要打一些很强的队啊，就是得打呀。讲着说，如果挑了一个厉害的演员，我能不能在这2天倒逼自己写出点好东西？想摸摸自己的天。我不喜欢跟比我高的人比，所以就是刚刚那个理由呗，想摸摸天。我直接选择咸鱼啊，没有什么咸鱼。那有没有要摸一摸天的朋友？现在可以。我没有跟那个黑皮体育生打过交道，这是第一回。还有一点就是，你今天虽然没有摸到天，但你可以先摸一下去年决赛的地，好不好？没有，也是天，都是我的天，都是我的。其实，在我印象里，西西姐对于舞台的掌控力真的很强，确实是个机会，跟前辈在一起演一下，对自己应该挺好的。因为其实你去年在这个线下比赛当中，真的是发挥的非常的优异，是非常亮眼的存在，可以打一打。作为喜丹的新朋友，有必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刚刚主持人介绍了，在北大读书是靠踢足球体育特长考上。听到这个 title， 朋友会说啊，那你踢球踢得一定很好。我说其实就那样吧，踢球真踢得好能进国家队。他说不对吧，真踢得好不应该能进世界杯吗？我知道进过世界，我也想写中国队进世界杯的段子，哥们儿那年没出生就是。在队里的位置是守门员，大家会对这个位置有很多刻板印象，总觉得我们很闲。朋友跟我说他也想当守门员，理由是这样看球可以不用买票。足球里面存在感最强的是前锋，
聊天说到前锋，大家知道，哎，C 罗、梅西、内马尔。聊天说到守门员，大家聊天说不到守门员。我身边最知名的守门员是《西红柿首富》里的王多鱼。最好的前锋身价2个亿，最好的守门员身价只有4500万，但守门员守到最好可以瓦解那2个亿。西班牙吭哧瘪肚踢90分钟佛得角守门员，家人们给你把价格打下来了。守门员真挺重要的，我们在后场得指挥防守，得叫人回来回防，很费嗓子，而且球队防守越差，我们嗓门就越大。我是真见过那种弱队踢球，2个守门员能隔着球场落他5毛钱，也不用动，纯喊，2个人往那一站，跟看大门似的，就球来了，这个不让进，那个不让进，但淘宝闪购可以进。打开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我都想跟他们拼了。我也得喊队友防守，但队里有那种大哥，我这个人又有点蔫儿，这会让整个场景变得很尴尬。你得喊得大声，因为球场大，但你又得保持谦卑，因为大哥大。人怎么可能又大声又谦卑？你得喊什么你才皇上吉祥？就是。之前跟一种国家青年队的球员踢过球，脚下技术非常细腻，踢得非常好，一场比赛能进我4个球，也是踢完那场比赛才变成的国家青年队的队员。现在面对我的选手眼里有光了，守门员都想上来2脚，以为是最佳守门员，结果是桃李满天下。但那场比赛我有自己的高光时刻，有一张我很喜欢的照片，是哥们整个人飞起来单场扑球，哎呦，我把那张照片，我说哥们真是太帅了，小普罗米修斯。但那球进了。守门员就是这样，同一个动作守住了，一夫当关；没守住，欢迎光临。小时候练球，教练跟我说守门员是球场上最后一道防线，你得守住底线。我说好的，教练。然后他就开始教我用垃圾话干扰前锋，偷偷踩人家的脚后跟儿。他开始叫我吐口水的时候，我说教练，咱们要不先守一下道德的底线。我一直觉得用垃圾话干扰对手是一个比较低级的技巧。我现在踢大学生联赛还是得有点素质。像对手现在进攻过来，我往那一站，我说工作找到了吗？保研成功了吗？这招也不能多用，因为用完对手啥事没有，队友给整糊了。但守门员其实是整个队里训练最累的人。因为每个人都得练射门。我们队30个人得踢300脚，他们踢进我才能下班，一直踢不进。你站在门前，你就开始替他着急。我头一次在门里，我说哥们儿，你们往门里踢呀，干啥呢？老踢不进，踢进了咱们下班了。哎，你们一个人浪费1分钟。好不容易守住了一个很漂亮的球，翻开录像，解说给我来一句：“哎呦，这脚打得真是精彩绝伦，可惜守门员发挥神勇。”可惜什么？哥们儿不是在拯救球队吗？你搁这可惜上，平时也这么说话吗？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可惜大夫妙手回春。我最喜欢的球员是巴西队的守门员阿利松，没什么人认识，这个名字给人一种可以治感冒的感觉。上届世界杯巴西队点球大战被淘汰了，大家骂他没守住，我朋友不看球都跟着骂了3个月，很难受。后面我找朋友我说你们能不能别骂阿里松？他问我谁是阿里松？也问过那些调侃我的朋友，我说你们有想过足球比赛如果没有守门员会怎么样？他说会很精彩，89比72。但守门员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职业生涯比较长，毕竟能守住底线的人才能留到最后。像世界杯佛得角的守门员，他坚持到40岁才一战成名。我很想活成他那样，虽然希望渺茫，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我至少也可以像他那样活到40岁。讲完了，我叫喵喵，谢谢你们。谢谢喵喵。
欢喵喵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很小众的话题，但在此刻这个时间点又显得异常流行。咱几位都看球吗？平时？我是半个内行，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我是有球队的人真的是。你去年还踢了，对不对？那海浪明星足球队。我看到那个黄老师的那个，就是小某书上面刷到你。哎呀，别提了，但凡一加上"明星"2个字，你就知道这个技术就是到什么程度了。我经常被人莫名其妙就给放到前锋上去了。我一开始一直以为是自己能力的问题，后来才知道他们居心叵测，你知道吗？因为没人好意思拦你，你知道吗？然后到半场。球一下到我脚前面，因为离着球门就很近了，我就往前带的时候，我很明显能感觉对方就是那后卫那几个在后边，那个心理动作，我哎呀，这个球可别是我给挡着的，就那个感受，你知道？高情商后防线，对，但是还蛮有趣的，就是每次去这有什么趣儿啊？人家都让着你，那才有趣儿嘛，这才有趣儿。成就感，对。我还有个疑问，踢点球的时候就是踢球的人紧张，还是守门的人紧张？其实是踢球的人，因为大家都觉得这球他能进，就是不进是得挨骂的。就是大家刻板印象里觉得守门员这球就是肯定扑不出来，扑出来咱算咱赚的，就是。你说从心态上来讲，但踢的当时那一刻呢？那其实踢球的人挺轻松的，那门真挺大的，7.32米呢，我们往那一站就。我们俩是真球迷，是我俩还是同单都是满场。对，哎，我就特想问您这问题，那您是第几根就是当门将吗？我其实从小就当守门员了，主要我也觉得闲，就是就奔摸鱼去。但是门将很厉害的很多，你像我们这曼城之前的埃德森、多纳鲁马，对，还包括什么卡西利亚斯啊，然后以前的卡恩、布冯、波德角、沃西尼亚哇，这真球迷啊，这是就是你看这些就是很厉害的守门员，还是会被我们记住的。对，就是对于球迷来说，但我觉得你很厉害的是，其实你这一篇稿子。不是球迷也能听明白，对，还是想取一个脱口秀跟足球的最大公因数，就是最大吧，就是想找一个最大的体育生是这样的，抱歉，就是体育生是这样的，理解一下。咱不能说出来那种有文化的，就说自己是北大的，说到这儿你就改体育生了，这。下次我请你去我们那个海浪明星足球队，你去踢2场。谢谢黄老师，回来作品就把它润圆了，你知道？来着了。给他们全堵住了，要不然我去守门，我去行。这个确实很细、很窄的一个切口。然后我听的过程中，其实我最喜欢的里边那个段子，就是守门员的视角跟大家的视角有时候会不一样。说解说说这个球，哎呀，前锋多么精彩，可惜守门员发挥神勇。我觉得那个地方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写出来一些大家平时没有看到的视角，就是全世界可能有100个人里90个人都觉得可惜，但其实有10个为守门员喝彩。是，我觉得这个是脱口秀能跟这些小话题连接上最有意思的地方。谢谢淼淼，请来到休息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呢，就是大林口中喜丹客厅的主人。加油！今天又会分享哪些真心话呢？掌声有请七七。在这个节目上，目前可能留下了9段表演了吧。我觉得没有一次是真的到达我的那个正常值的。本来以为自己不紧张，但好像还是挺紧张的。哎呀，开场怎么会这么紧张呢？他们看起来都好镇定自若呀。我觉得距离我想象当中的那个稀松平常的、神态自若的、轻松的，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吧。OK。就是我无法觉得说我在这个舞台上获得的分数只是对我作品的判断，我老是会觉得这是对我个人受喜爱程度的一个判断，就是心里杂念太多了，你总在考虑一个分数，考虑一个结果，这回就没考虑太多。
赛前给自己上了一堂这个心态大师课。谢谢大家爱我，我要允许自己犯错，错了就错了，无所谓。掌声有请七七。大家好，我是七七。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愿望，我想上恋综，因为我一直以来想要那种轰轰烈烈的恋爱，我现在已经谈过一次了 ，normal。但是其实我在谈过恋爱之前呢，我是没有谈过恋爱的。反应很快哦。大概5年之前啊，有一个恋综，他们专门找那种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找母胎单身的人，有人还有印象吗？我当时就报名了，报了名之后已经开始幻想了，我说到时候4个男嘉宾，我追着他们玩儿，我这么玩儿，报名没通过，先把我玩了。那个导演拒绝我的理由是，他说我太重量级了。我刚开始都没听懂，我说我还是个素人呢。然后我才反应过来，我想阴阳怪气谁不会呀？我说节目体量这么小吗？这综艺不是 S 级吗？是小马的 S 啊。后来这个节目播了，我去看了，因为我单纯想知道他们没有选我，选了什么样的货色，太失望了。女生太漂亮了，男生太正常了，跟别的恋综没有区别。我不知道你们啊，但如果我要去看一个打着旗号为母胎单身的恋综的话，我是不期待看到好看的人的。我不希望点开之后是啊，这没谈过，不可能吧？我期待的是，不可能谈过。而且那个节目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去问他们为什么觉得自己一直单身到现在呀？他们都说没事耶。没有碰到合适的，装货。这个理由太假了吧，而且也太不牡丹了吧！如果让我上，我就会给出一个诚实的回答，不知道啊。一直在找。我绞尽脑汁，全世界的找啊！喜欢我的我看不上，我喜欢的又太多了。就是他那个节目，就是这种找人思路就容易出问题啊，确实出问题了。那个节目竟然有人塌房，刚播的时候就被爆出来，里面长得最帅的那个男嘉宾之前谈过恋爱。我说哇哦，好意外哈！你找我就没有这个风险呢？真的，就算热搜上爆出来说七七以前谈过恋爱，玩弄过很多男人，伤过很多男人的心，根本没有人相信。你们只会在心里想，嘿，他自己买的吧，这是啊。我也根本不需要澄清哈，那些男的自会出来告我。其实说实话，我对那个恋综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对于真实的牡丹群体缺乏调研。真的，母胎单身想要什么样的恋爱呀？要命定的缘分，坚定的选择，要我心门紧锁，他破门而入。赶也赶不走，就是要爱我，好烦呐！
个节目上虽然都是俊男美女啊，但都是牡丹，都想要这种入室抢劫的爱情，那都想被抢，谁去抢别人啊？整个节目没有暧昧氛围，没有你争我抢，像几个柳下惠在那孔融让梨。他们一起去海边玩，海边多浪漫呐！结果女生走一块儿，男生走一块儿。我说干嘛呀？课间上厕所呀！这个节目根本就不懂牡丹，他设置那些普通的环节，想让他们拉扯。牡丹拉扯，牡丹哪会拉扯？去海底捞都不点扯面的。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不如让我来做，我要做我就做大体量的节目，不做 S 级，做 XL 级。我牡丹了太多年了，我属于是那个牡丹专家。接下来给你们讲一讲我对这个恋综的规划。准备好了吗 ？Follow me。第一次见面，先破冰，直接亲嘴儿。相信我，这个就是最适合牡丹的。要先把他们那个压抑的问题解决一下。而且这样的话，就算最后没有谈上，哈哈，也不白来。可能有一些人心里在想了，有些冒昧吧？哎，你管那个，就说想不想看吧。那大家确实没经验嘛，不会弹也没关系。歌手不是有那个帮帮唱吗？咱们整那个帮帮弹。你找一对海王海后，而且海王海后一定要找那种真心实意收徒的。你们懂吧？有一些人总是说不知道啊，顺其自然就在一起了，这种就不行啊。而且咱们可以找明星来当海王海后，也比较有流量嘛。女明星的话可以找那个潇洒小姐。男明星的话随便找一个就可以了。你们想这个到时候多精彩呀！到时候后采的时候问牡丹的女生说她都教你什么了？她说我很好，让我要自信，而且一定要去爱一个会肯定自己的人。然后呢，我爱上老师了。至于那几个牡丹的男生啊，我发现他们已经进化了，他们已经不再空气投篮了，他们开始整那个破碎感。有人喜欢那个男人的破碎感吗？嘿，我也很讨厌，因为我有的时候觉得他们是在利用我们的同情心给他们当妈。真的，要我说，不如空气投篮。是不是大哥？真的，咱们实话实说，哎，空气投篮，至少说明这个男的他，哎，身体好，他跳得起来，虽然愚蠢，但是清澈，并且很真实啊，破碎感就很做作。这种呢，就让海王带着他们自我反思，每天全员附送。我不特别，我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自卑又自大，没有读过几本书却感到很痛苦，但又无法表达，因为我没有读过几本书。我在网络上用脆弱和文艺伪装自己，其实我只想看看腿。
讲完了再喊啊！我其实还挺想上自己这个恋综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别的恋综也可以啊。恋综要是再不来找我，我就要开始策划别的恋综了。要我策划，全部亲嘴儿，其他综艺都亲嘴儿，喜单亲嘴儿，观众你们也亲嘴儿。哎，你管他好不好笑啊，都不白来，是不是？这个是开玩笑的，是开玩笑的。恋综确实解决不了真正的恋爱问题，只能靠自己打开心门，勇敢的去靠近他人，真实的去体验，幸福也好，受伤也好，人生一趟都不白来。谢谢大家。谢谢七七。喜欢七七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我从来没有演得这么高兴过。我好放松啊！我爱你们。不要参加你们恋综。我有钱了我就搞那个恋综啊。你先说，你先说。没事，没事，你可以先说，这是你的时刻呀。因为我上这个节目已经蛮多期了啊，我每次都很紧张，但这一次是我最放松的时刻，非常感谢跟你们一起共创这个时刻。而且确实精彩哈，就是一想到5分钟后要让大家亲嘴儿，对。全场只有我知道一会儿5分钟后你们要亲嘴儿那个劲儿是吧？我自己有的时候想我自己这个稿子啊，在被窝里面乐。我说这也太荒谬了吧，这也。我刚才过程中，我实在是不成了。旁边有一个这个，又觉得开心，又愉快，又半听得懂半听不懂，但是还很兴奋的一个老人家，哇，在旁边。我给他拍了很多的照片，在旁边是吧？你拍我干什么？我看看，不看，你等等啊！到最后都笑花了，你知道吗？中间特别开心的在乐着们，空气投篮什么意思？空气投篮是啥意思？哎，对，什么叫空气？空气投篮，你解释一下吧，大哥，好吧？哎，你来示范一下好不好？你没有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这么，不是男孩耍帅不都这样吗？太过分了！拿空气投篮当耍帅，对，就爱耍帅，是的，是的。这有什么帅的呀？就是我在想，你说你这个段子引起多大的这个反响？我相信你最后说的是真的，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记得住。你知道吧？你就知道你前面那些话有多厉害了，真挺棒的，全是金句呀。为什么咱们观众反响最大的那些话，就是反而是这有点带点小邪恶的，是吧？神奇，因为他们知道不可能，也做不了啊，没准儿，没准儿，我会努力的。真挺好的，听着过瘾。是我们向往爱与光明，是吧？对。对呀，对呀，太好了。我对七七是天然的喜欢，无论他干嘛，就无论他是这个样子还是什么样的，都特别喜欢。然后你刚才就特别像在演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他刚才你那个表情，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到现在都不谈恋爱？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不是那个特别精准，那个特别准，太精准了，就是他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谈不了，但是就是一直没有谈，然后我就一直在教他该怎么样。没有，那你很适合来上我这个节目，因为你很乐于助人，善于教学啊。是，我是很真诚，愿意教别人的那种。你不是老当那个观察员吗？对，我观察过优酷和腾讯的2档恋综。但是看和你这说实际到底拍演还是两回事儿。你这节目我确实挺感兴趣。哎，到时候你也来。很多时候大家聊到所谓的更宽泛的，就是感情话题也好，很多人会觉得脱口秀里讲的不够好，是在于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不够极致坦诚。七夕今天至少这段就是极致坦诚。我也特别喜欢那个我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是台上演员展示他的脆弱的时候，大家才敢放心的把自己的负面的也好、邪恶的也好的一些情绪，同样的释放给演员。所以我觉得七夕这段确实倍儿爽，倍儿爽，哎，倍儿爽，赞！谢谢大家的信任。最后一句了，我还是想再问一下，那个牡丹是什么？对，牡丹是什么？我猜他就不知道，你知道吗？哦，哎，那这一整篇听得懂吗？那为什么叫牡丹呢？就是母胎单身。您一直以为是一段花卉脱口秀是吧？对啊。乃文哥刚才一开灯，唯有牡丹真国色，七夕你花开时节动金城。母胎单身牡丹。亲嘴儿，您明白吧？乃文哥快被玩坏了。谢谢乃文哥。哎呀，谢谢七七。那我们把喵喵也请回舞台中央，看看对决结果如何，请看大屏幕。200了，已经快200了。你说他跟黑灯谁票高？我不知道啊，是他。就差点满票啊！按照规则，我还是很遗憾的要先请喵喵前往待定区。216票，七七直接晋级。七七也是第3年了，演到现在，你只要一直讲，只要一直说，相信观众，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恭喜七七！七七太炸了，他从一上台就是王者了。七七他经常跟我说，他说我在舞台上大部分时候的放松是装出来的，然后装着就真的放松了。没有就对了。他说这次我能看出来是真的放松。Follow me。那其实更让我感到开心的是，我真正的学会了放松，真正的就是享受了这个舞台。扬眉吐气。去年我还记得非常清楚，谢谢。连拿2个赛段的第1。没有。谢谢是单期第1。哦，对，谢谢拿了第1，当时就把1姐的位置给他做了，现在终于拿回来了。我们是流动1姐。对，就是流动1姐。我真觉得1姐又进化了，1姐就是1姐。欢迎来到喜提一单脱口秀对决，今天庞博的对手是沈耿，庞博该怎么和他比拼口才呢？这么拼！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外卖低至5折起。
恭喜您喜提单。啊！拜托，给我一个脍炙人口的梗吧！脍炙人口。这梗真是越想越好啊！上淘宝闪购搜“悦享”，悦享会员享1对1即送券。救命啊！你写了我，又说我是烂梗，今天我就和你拼了！拼就拼，我拼好了。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好更优惠。那一场精彩的对决之后，我们还是要继续比赛。下一组对决要出场的是哪2位朋友？请看大屏幕。我俩不算对抗路啊，我俩算下路。他打 AD， 我打辅助。没玩过英雄联盟，咱们下路。双晋级，高分晋级，中分也行。低分不行。你不够愤怒。来，我觉得我会赢。我觉得我会赢。我会赢。率先要出场的这位演员，也在这个舞台上陪伴大家走到第3年了。他跟我们分享过很多事情，比如他的一天呢，还有他的很多泪水啊！掌声有请大老王。大家好，我是大老王。我今年33岁，30岁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参加《喜剧之王》单口季，很累很累，是的，是的，成绩差的人也是累的。主要是反馈很奇怪，都来自于弹幕，很多发弹幕朋友很极端，你知道吗？要不夸我夸的看不懂。说从我的段子里面看到那种30岁的绝望的禅意，要不不看段子，主要帮演员调整体态。说我脖子短，是乌龟颈，乌龟的脖子，骂人太难听了。但你有没有看过乌龟吃东西？乌龟脖子不短的，乌龟是穿搭问题。我是纯短，我是还有那种网上那种帖子莫名其妙说哪个脱口秀演员脖子最短呀？下面评论大老王吧。好像大家确实在大城市都很在乎体重、体态这些。我也经常减肥，看不太懂很多减肥的帖子，说少吃点儿。朋友说你吃到8分饱不就好了？我说吃到8分饱了，那剩下的92分怎么办啊？我其实真的，我特别讨厌是那种减肥成功的人。很烦，你有时候跟他说，今天晚上吃点好的吧。他说，抱歉，我没有热量缺口，我没有热量缺口了。我把你腿卸了就有了。但你跟你的胖子朋友说，今天晚上吃点好的，他说，抱歉，我在减肥。你跟他说明天再减，说，行。谁说胖子不爱运动的？这不给台阶就下吗？很喜欢胖的朋友很会安慰人，你有时候就是抱怨1个月1斤没瘦，那种减肥成功的朋友就会说那种屁话。你真的做到干净饮食了吗？你真的做到好好休息吗？你真的做到天天好好运动？你真的有为自己拼命吗？我说你是谁呀？你是多邻国呀？我觉得胖子是有好处的，因为胖子不参与美丑的竞争。对吧？胖子长都差不多的。我有时候看宣传照是分不清楚我跟刘仁成的。我理解不了那种减肥纯为了变帅的人。我认为减肥等于瘦，但不一定等于帅。减肥等于健康，但不一定等于帅。减肥有可能会丑得更清晰，是吧？但你要说你从小胖到大，想瘦一次看看，我也完全能理解，但我也没有这个动力，因为我不是从小胖到大的人，我是20岁才开始变胖的。什么意思？就是我见过自己最帅的时候什么样，一般。
没必要的，我挺忙的，朋友，30多了，工作、生活、家庭一团糟，决定花足够多时间减肥，终于瘦到自己颜值的顶楼，一开电梯门 B2。而且饮食也定型了，因为我是内蒙人，从小到大就是羊肉、碳水，不怎么吃蔬菜，唯一的蔬菜是土豆。近些年才知道也是碳水。我们这土豆怎么吃？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会拿高压锅压一锅羊肉，然后羊肉捞出来会剩下一锅纯粹的羊油，羊油炖土豆。你别管现在几点，谁吃谁午睡。在内蒙特别爱吃麦当劳，解腻。所以我完全知道为什么瘦不下来，我真的太爱吃了，我是那种吃到好吃东西会失忆的人。我吃了吗？开心。但就是这样，对吧？你年纪越来越大，你代谢越来越差，你就是身体会越来越差。我身体变差的很清晰，一年会有一个新的毛病。30岁那年脂肪肝，31岁颈椎病，32岁失眠，然后因为这些意外的养成了很多好习惯。因为脂肪肝开始运动，因为颈椎病开始不低头玩手机，因为失眠开始早睡早起，太有意思了。我现在好习惯越来越多，身体越来越差。你问我怎么养成这么多好习惯的？我说首先你得有一个坏身体。我说怎么身体差的收益这么高吗？我现在有点期待我的80岁了，成为自律博主。80岁高能量乌龟颈男孩自律的一天。人就是会越长大越发现真实的自己。我慢慢发现真实的我就是狼人杀里的村民，那种白天瞎忙活，晚上倒头就睡，没有任何技能，所有人看到你就知道你肯定是个好人。最擅长的事情是站错队，所以你跟同行也很难交流，因为大家作息完全不一样。同行基本上早晨6点睡，我6点醒，他们像给我守夜的。我想跟同行聊天，只能晚上我起夜的时候。前两天3点多给零检机回消息，零检机很震撼说：“王哥，你怎么还没睡？”我说：“我去上厕所。”他说：“王哥，原来你用的是企业微信。”我很怕30岁不成功，怕着怕着就33了，发现不成功是不会死的。30而立是不是就是 PUA 我们的话术，告诉我们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事儿？做不到是完全可以的，而且你发现一旦30不立，你就是可以做任何事儿的。一旦30不立，其实你就可以31立，或者32立，然后33直接知天命。35岁被优化，3个6开，3、7、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80岁成为自律博主，偷偷吃羊油炖土豆。我媳妇儿说：“你是不是馋疯了？”我说：“你有没有从我的段子中感受到一种30岁的绝望的禅意？”就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我是大老王。谢谢大老王。喜欢大老王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紧张吗？不好接吧？还行。你都不看着我跟我聊天了。我在这儿。抱歉。你好。你好，你都没光了，这是。哎呦喂，因为我知道接在77后边是大老王，这是咱们出了名的心态好的朋友。是的，好心态毁了我的一生嘛。
还是这么聊天，我就放心了。他真的是心态蛮好的，上来节奏一点没乱，对待一锅这个沸腾的油啊，再上来以后重新把油温调整好了，调整到自己合适的温度，然后一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炖土豆了啊！对，他之前就直接往那油里跳，之前都是让油烫哭了都。哎，最后那句是什么来着？就是你有没有从我的段子里感受到30岁的绝望的禅意？这是特好，这句我都想记下来啊，放在黄渤的说话之道里。对，节目组把他那段掐掉，版权我买了。我觉得大老王是越变越开心了。之前我总觉得他还是挺容易脆弱的，然后或者是，然后淡淡的。你不开心是因为减肥？有吗？我减肥挺成功的，我这次从185减到206来的节目。你有206？206，啊，真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啊！我1.9米呢，还。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台上聊减肥呀？问题是，每个人都拥有讲自己减肥的权利。对不起，我是小海。抬这么高吗？那问问阿成呗。感谢阿成，因为这个段子里很多地方都是阿成帮我加过的，就是胖子还要播个胖子。这篇稿子里面什么胖子朋友的反应都是我的反应。是的，很开心看大老王这篇，而且他压力确实很大，他的心态也非常差。但很开心顶住了，非常棒，非常棒。确实顶得挺好的，我觉得大老王演完是这全场的观众朋友可能除了听段子之外，都在想一件事，就是这个羊油炖土豆。到底啥味儿啊？想知道吗？上淘宝闪购点外卖，搜夏日拼团更优惠，品质好，送货快，吃掉那个叫绝望的禅意。好，谢谢大老王。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要跟大老王比试一番的朋友，不仅是一位脱口秀演员，也是一位摇滚乐手。有他在，咱这儿天天都是音乐节。掌声有请亲友。我是一个摇滚乐队的贝斯手，但其实你们能分得清楚吉他跟贝斯吗？我身边很多人都分不清楚，甚至有人会问我说：“你的贝斯是吉他吗？”我说：“你的爸爸是妈妈吗？”他说：“我以为你们乐器也分地区，南方叫贝斯，北方叫吉他。”我说：“那我住在秦岭淮河，该不会弹的叫贝吉他吧？”干摇滚乐很不挣钱，所以我身边很多的乐手朋友的经济常识非常的贫瘠。今年3月份我们演出，我问他们，我说：“你们退税了吗？”我队友说：“摇滚乐不需要退税。”我说：“我退了2000。”他说：“啊，快教我。”当时就帮我朋友退了500块钱。他整个人特别兴奋，他说：“哇，齐友你也太厉害了，你都会钻上面空子了。”我说：“这个钱是正规途径，是国家本来就应该给我们的。”他说：“都懂。”我就知道他没懂。他跟所有人说国家今年要给每个乐手发500块钱。就会有人过来问我说听说今年有那个摇滚乐补助，去哪儿领？我说对，今年干摇滚有国补。那天帮很多朋友退到税，所以那天整个晚上，整个 live house 所有摇滚乐手全在退税。整个国家最叛逆的一群人在干最遵纪守法的一件事。同样是艺人，有的明星偷税漏税，摇滚乐手不会退税。但是有的乐手退税就退税吧，非得装酷，跟我说自己注册不成功。我一看，姓名那栏给我填了网名。我说你填这个，国家应该不敢给你退吧？哈，北京摇滚地下之王。我说就算退了你也收不到，这个钱应该退给窦唯了吧？
最后终于注册好了，跟我说不许告诉任何人我退过税，我说 OK 哈。突然发现哥们儿多想，根本没到起征点呢，家里都没米了，还担心一会儿晕碳呢啊！中间还问我怎么合理避税，根本就没有，你有什么税要避啊？一个摇滚乐手，如果你非要避的话，只用避一个税，就是避免和粉丝睡。我觉得太不酷了，你不知道可以退的吗？我说可以退，你就开始想着避税。我觉得逃避太不酷，咱们干摇滚的应该迎难而上。我们不仅不应该合理避税，我们应该非法纳税。没到起征点不管，去税务局扔2千就跑。确实很穷，但我觉得穷是摇滚乐的精神之一，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你不是穷，你只是很摇滚。你穿的不是2手衣服，是新裤子。住的更不是什么合租房，是万能青年旅店。在我眼里，我觉得干摇滚挣不到钱是件很浪漫的事情，琼瑶。我觉得摇滚乐手就应该穷，穷的时候我写的歌词就非常真挚的穷。我最爱去的唱片店，他也没撑过那个夏天。为啥没撑过？因为他只看不买。那么火了之后，他写的歌词虽然也很穷，但你总感觉他偷偷接商务了。可是我把吃卖了。啊？下一句呢？该不会是什么2手车买卖哪里好吧？那当然是。哎，等什么呢？我可没接商务。不挣钱，所以不能挑活，所以接过一些奇怪的演出。我们接过一个景区的活，到了发现这个景区是一个寺庙。我说怪不得问主办我们今天在哪演，他说我们在一个 live house。哇，那天整个庙里面除了没头发的就是长头发。小和尚其实不理解，他说你们这6根弦的乐器怎么这么吵？不是说6根清净吗？我觉得小和尚都绝望了，他可能想这就是绝望的禅意吧。就感觉我们在这儿演摇滚乐特别不合适，感觉那个被杀死的石家庄人立刻就往生了。而且总感觉我们想跟寺庙比一比，就虽然有轮回，但摇滚不死。那个景区离我家很近，所以我妈带着亲戚们来看我的演出了。你知道东亚小孩一辈子的课题，只要亲戚们在底下看着你，哪怕你在演摇滚乐，你都没法大大方方的。那天全程我队友很愤怒，而我很羞涩。梁山来了个林妹妹，他们在那摇滚不死，我说哼，我说绕坑手。其实我对我妈的感情很拧巴，因为我妈一开始完全不支持我干摇滚，她觉得不挣钱嘛。但我妈越不支持我就越反抗，越反抗我就越摇滚。但一旦我妈认可我的话，就显得我干摇滚这个事儿吧特别孝顺。其实我一直在想，我说虽然我妈一言不发，但会不会我妈其实内心已经认可我了？会不会我演出到家就看到我妈给我买了一把崭新的琴？如果真的看到我，就会眼含热泪对我妈说：“我说妈，你买的这是吉他。”但事实我妈那天什么也没有说。我就问她，我说妈，你是来看我演出的吧？我妈说不是，我来庙里上香的。我说许了什么愿呀？她说不重要，因为她自己已经实现了。谢谢你们我谢谢基友，喜欢基友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很紧张。那都归大佬我。
跟他组队传染给我了。没想到除了黑灯那个会传染，他那也会传染。他演不好，因为我觉得对我还是蛮重要的这段内容，挺有共鸣的吧？因为就是你说到妈妈那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妈妈也不支持我演戏，然后就给她写信，一开始也是曲折的，也是不被认可的，但后来慢慢发现，当你自己足够热爱的时候，好像自己的妈妈就会接受你的这份热爱，就像你在你的脱口秀里说的一样。我觉得我妈主要是可能不支持我在北京一边干摇滚一边讲脱口秀，就2件事儿。同时干俩不挣钱的，我们同时从事2份这样的工作。其实我有很多那个摇滚，就是老的那个朋友哦，他摇滚有精神，真的是有精神，不光是叛逆哈，还有那反抗，反抗和叛逆差不多，而且这个精神呢，就是他们不善于表达，是用乐器，用自己的这个歌来表达，所以说就是我刚才在你的这个段子里，我能感觉出来有这个精神。我觉得你不用紧张，为什么？摇滚它不在意别人，对不对？是在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其实很在意我的队友，我觉得大老王刚才已经好几次已经眼泪婆娑了，我在旁边看。但是我刚才那几个场景你选的还都挺妙的，摇滚的后台大家退睡，然后到最后演出为什么要去庙里边演呢？其实就是走穴的演出。你这还好了，我以前也是唱歌的，也去过挺怪的地儿。我有一次去一个。它就是一个大的综合的娱乐场所，里边有演出的地方，然后有跳舞的地方，甚至还有洗浴。结果走到台口就听到掌声了，哇！我就觉得这个还可以，因为那个场子有的有热场的，你一上它就很舒服。我觉得今天有了，上场以后就听着在鼓掌，因为有那个追光呲着眼也看不太清楚。快唱了半场了以后，我怎么突然发现有人躺着？你觉得很奇怪，过一会儿仔细看了看，好像不是鼓掌，是足底啪啪啪啪啪啪啪，哇，感受也很奇妙，你知道吗？对对对，还各种鞋底的哒哒哒哒哒这种，太幽默了，适合演脱口秀，挠他。我听说节目组还准备了一些素材。就是我妈和我姥姥去看我演，我觉得很魔幻现实主义。我是一个山西人，我觉得很像贾樟柯一个电影叫《站台》里面的一个场景。对，就是我们在一个很简陋的地方演出，但是你的亲人他不管演的怎么样，都会在底下支持你。右下角那是姥姥，对，然后左边是我妈妈。啊，你看姥姥那个眼神，真的就是很明显，她看不太懂，但是很明显，他挺高兴，啊！我姥那天他跟边上人说，他说你看那个是我孙女，就是那个弹琵琶那个，就是他完全不懂你在干嘛。太好了，那我们把你的队友也请回舞台中央吧。这样的对决还是要有一个结果，会是如何？请看大屏幕。很接近啊，这是。按照规则，我要暂时请基友，很遗憾前往待定区。同时恭喜大老王177票直接晋级。接下来要比赛的这一组跟前面略有不同，我们会迎来一场3人对决，仍然可能只有1位朋友能直接拿到晋级的机会。请大屏幕为我们展示出场的演员是谁。都是喜丹的老朋友了，那我们请一直没有成组的陈爱、甄勇和卓妍。我一直想要跟陈爱演。破坏了我们两个人也是比较有独特的嘛，也比较怪，他们俩都是酷酷的。鱼汁虽然好吃，这是琢一琢，研究一下，谁才是你的真正的对手？沉浸在这个舞台，爱咋演咋演吧。真勇，勇敢。第一位要上场的演员，他从边境
从山里走过来很不容易，所以大家想要听清他的口音也挺不容易的。请大家仔细听，认真听，有请甄勇。Hello， 大家下午好。来到我口音的世界，好不好？哎，我叫甄勇，我从小是出生在云南的一个小山村里面，直到我长大一点出去读书，我才发现我特别的土。我记得当时我其他的同学都穿上那个名牌鞋，我穿的是那个山寨鞋，不是假鞋，是我们山寨自己做的鞋。还有一个特点是，你们也看得出来，我长得特别黑，从小黑到大。哎，小时候我为了变白，我也悄悄用过我们云南的一些配方。小时候给自己喷那个猛男白药，确实有用。喷完之后，没有人说我黑了，都说我体味重。哎，记得当时读书的时候，有人传说我长得黑，说我特别不好惹。听说我在道上有很多兄弟。哎，当时我社会都没出过呀。我当时想的是，他说的那个道，不会说的是那个赤道吧？赤道。那些兄弟名字叫几内亚。所以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之后，我会在感情里面比较自卑，我也一直没谈过恋爱。直到我20几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生，她非常的优秀，她在这个中科院的昆明动物所读博，还985的硕士。所以刚开始我跟大家的疑问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看得上我。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她的科研方向是东南亚人口种族发展进化与变迁。怪不得刚跟我在一起就说要叫我父母。但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科研方向嘛。哎，他问我说：“甄勇，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家族的族谱、民族的族谱呀？”我当时在想，这女孩不一般呀啊！看上我这个高贵的哈尼族血统。我还跟他说：“我说你不要着急嘛，你都还没有毕业的嘛。”后来我才知道，没有我家的族谱，他毕不了业。到我知道他的科研方向之后，我觉得不应该自卑，我该自信，是他需要我，是科学需要我。我就很坚决的跟他说：“我说要不我们分手吧，你一直在利用我。”他说：“好的，反正快毕业了。”所以这段感情因为这种原因最后分手了，但我感觉这段感情里我是成功的，因为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告诉过他我家祖坟在哪里。就经历了这些生活之后，我会想去做出一些改变，你知道吗？我去年开始上节目之后，会开始了解一些皮肤管理项目。就比如那个光子嫩肤。啊，你们看得出来，光子的确遇到对手了啊。还有时候我也开始买很多潮牌，就比如去年最流行的那个做旧风。哎，我买完之后穿上那个做旧风，像别人捐给我们山区的衣服，你知道吗？而且我可以把所有牌子的潮牌的衣服穿成我们民族的风格，就都说民族的是世界的嘛，我可以把所有世界的穿成民族的。就是不是这些改变还不够？我是不是在想离那些精致的生活太远了？那我也开始了解那些所谓的精英中产在流行什么项目运动，我也开始去了解那个高尔夫球。我真的有一次去打了那个高尔夫球，我就才打了2分钟之后呢，我就立马发了朋友圈。我发完朋友圈之后呢，有个朋友在底下评论到说：“是不是主人玩累了，让你玩一会儿？”我很生气啊！打球什么累的嘛？刚刚捡球的时候才累。所以经历过这个事之后，我打高尔夫球的心态都变了。我不是想把它打入洞好，我是觉得打得越远越好，越远越好，让那个捡球的球童辛苦一点。哎，想不到那个球童呀，开着个铲车就把所有的球都拎下来了。我在想，果然我的人生再怎么努力，就是干不过有产阶级。所以我就一直在想，那高尔夫球也没什么好玩的，
他甚至呢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弹玻璃珠、弹玻璃球。哎，我都在想，是不是这些人长大了、有钱了，不好意思趴在地上玩，才有了高尔夫球，你知道吗？而且我经历过这些之后，有些时候就是觉得不用刻意改变，做自己也挺好的，对吧？因为在生活中，比起所谓高贵的高尔夫球，我更喜欢弹那个玻璃珠。哎，主要是我弹玻璃珠的时候，没人会走过来跟我说，是不是主人玩累了，让你玩一会啊？好，今天讲到这里，现在真勇，谢谢真勇。喜欢真勇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今天感觉有点快啊，是不是有点快吗？哎，我还刻意的降低了语速呢。因为说的有点儿，我得非常努力的去听，就我得特别认真、特别细心的听，就这还有几句都划过去了。可能我刚刚会员加速了嘛，有人常按你了，可能是啊。有的时候吧，就是特别，它就像一扇门给你拉进来了吧，就怎么着都成；拉不进来吧，就老是深一脚浅一脚，深一脚浅一脚，但是就是一直在找这个节奏的感觉，有一点。也没把你拉进来了，现在进去一个脚。感觉真勇今天的心里好像有点慌张的感觉。我可能就是节奏什么的，我感受不到，我想是让大家快点记，想不到是我自己先快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你的整个的这个段子哈，现在就是有一点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中了，就是那个意料之外的那个效果，好像还差这么一丝丝。因为真勇在去年来的时候，他的自己的故事的经历也好，包括他的口音这种呈现的方式，可能上来对大家是耳目一新的，但这肯定也会变成演员创作也好，表演时候的一个要往前再走的一个小的困境。你是不是还要用我这个熟悉的武器，用到什么程度，然后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只能一场一场去试，挺好。我们把这个真勇请到休息区。第二位要上场的朋友，这普通话应该是会好一点啊，但是口音也未必不独特。我们今天要听他讲一讲一些少女的烦恼。掌声有请李卓妍。嘿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卓妍，2楼的朋友李卓妍，我是嗨。今天想要讲讲纹身，不用担心啊，我问过了，是可以讲的啊。我纹身是为了当一个狠人。我是初中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因为当时我也是短发，会比现在再长一点点，但由于我长得有男有女的，所以在别人眼里我可以是短发女，但通常是个长发男。所以男生愿意跟我玩嘛，但都挺没轻没重的。有一次他们拿了我的手机去玩，真的是玩手机，那群弱智仔抛接我的小灵通，那手机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我根本够不着啊！他们还边抛边说：“李卓妍咋不接电话？”我咋接啊？这不都飞行模式了吗？我去找老师嘛，老师帮我把手机拿回来了，然后顺便把它没收了。说学校本来就不让带手机，我说班长不也带了吗？他说人家班长成绩好，不会影响学习。我说也没影响我的呀，我不一直垫底吗？他说如果想要拿手机回去的话，只能叫家长。我当时打了一圈电话，叫来了我大伯。我印象中大伯的脸一直是红的，小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因为他酗酒，还以为是因为他仁义。他当时耳朵夹着一根烟，露着满手的纹身，就这么来了学校。虽然他抽烟喝酒纹身，但大伯是个好男孩。因为他不仅帮我把手机拿回来，还把那些男生给唬住了，指着他们问我说：“阿妍呢？想玩他们的手机吗？”我狗仗人势，我说不用了，我不玩二手的。以前我以为在学校里面只有成为了学霸或者校霸才不会被找麻烦，
我不想当校霸欺负别人，当学霸过程太漫长，要不我当大伯吧，纹个身就好了呀。因为同样是墨水，刺在皮肤上，比装进肚子里要快得多了。学习我得日日夜夜头悬梁，但纹身只需1个小时锥刺股。所以我就决定要去纹身，要当大伯。之所以为什么不选抽烟喝酒，是因为这些都要持续购买，是个消费陷阱。纹身一次管一辈子是长期主义啊。但我的钱不多，我只能去那种最便宜的纹身店。就一般的纹身店会称自己为工作室，我去的那个只能称为窝点。就是那种从正什么鸡排跟蜜什么冰城中间的楼梯上去，在2楼，挺隐秘。我一开始也差点没找到，幸好水王用甜筒指着。但纹身师把我赶走，他不让未成年人纹身，他说你好歹把校服脱了再上来。我说我高3了，18了。他说你别撒谎了，你连喉结都没长出来。后来没办法，就买了纹身贴。成年后也考虑过纹身，我本来想直接纹那种霸气的图案，什么青龙白虎那些，但我做不到，因为我有品味。我想纹小狗，哎，小狗也很凶啊，吉娃娃咬人也很痛的，我纹的时候还特意没拴绳的。我一直在经营我这个狠人人设嘛，我不抽烟的，但如果有人给我递烟的话，我就会说我戒了。怕别人知道我酒量差，我也说戒了。反正来什么戒什么。直到开始有人传说李卓妍啥都沾过。后来我纹身贴的越来越多啊，因为相信只要我看上去够狠，就没人敢来找我麻烦。但可能看着有点太狠了，就是别人遇到麻烦的时候，真的会来找我。有次演出嘛，一个工作人员过来找我帮忙，说有个醉汉非要进剧场。哎，那醉汉闹事儿我也怕呀。我当时看着手上那只小狗，哇，好可爱。我开始期待能有一个奇迹，就是这只狗可以跳出来，然后为了我变成狼人模样。我只能硬着头皮过去嘛，我边走边卷袖子，想要露出更多纹身，即使我穿的已经是一件短袖了，所以看着特别滑稽，像是一个鼓起勇气去打疫苗的小孩。我也不敢起冲突，想跟他讲道理，但对方太醉了，无论我讲什么，他都只重复一句“我朋友在里面”。我说你让他出来接你嘛，我朋友在里面，逼得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我说你朋友不要你了。我俩就这么一来一回，持续了起码5分钟，像是一对糟糕的漫才组合。他人走之后，工作人员过来跟我说：“哎呀，幸好你来了。”但是我挺后怕的，我跟他说：“下次这种事要不先找别人吧。”然后他说：“其实我问一圈了，只有你肯来。”我当时就愣住了。对呀，保安咋没来呢？其实纹身没有让我变成一个狠人，它只是我对大伯的一场 cosplay。结果那个工作人员到处添油加醋的说我有多狠多狠，但也一次都没提过我的纹身。所以我再想想哈，我可能之所以觉得大伯狠，可能也不是因为他的纹身，而是因为那天在学校里面我打了1圈的电话，只有他肯来。讲完了，谢谢大伯，也谢谢你们。谢谢李卓妍。喜欢卓妍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左票。谢谢阿嫣。
阿言说的好多细节，我觉得就是会让我想到我的青少年时期吧。对，就后来发现你怎么装，其实大家都会发现是一个笑话或者是一种破绽感。对，你只有真的长大了，真的成熟了，真的强大了才行。但是我觉得那些装的过程也现在说起来，觉得也蛮可爱的，就也没有什么，也不会觉得嘲笑自己。对，谢谢。就到最后你的那个结尾啊，真的也是让我感动了一下。原来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你只要你来了就足够了，跟你什么纹不纹身呀，你装不装狠呀，这一切都无关。然后包括你的成长经历，就是也是很鲜活的，就是已经印在我脑海里了。一个希望长大的一个孩子，不希望被别人欺f负的一个孩子，甚至能够保护别人的一个孩子，让我觉得挺感动的。谢谢你。我刚才好像经历了一个，像是用3D 做完了一个可以参加电影节的那种动漫，一个短片，然后把自己的伤痛装到这里边，胳膊上的那个小狗真的蹦出来了，保护它，就有点像当时他的那个大伯一样来保护他。对，就是最后真的是还挺感动的，我真的是窥探到了我陌生但是足以震撼到我、感动到我的另外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那你要买下来吗？把这个段子？哎，就是有考虑过送吗？你要我给你吗？就啊，对，早晚要进入到成人世界。对，你装过狠人吗？我一般都不装狠人，我都装蒜。那很臭哎，很臭啊！我本来还想说认怂的，我不认了。不好意思。我觉得他这也给了我很多解决方案和力量。李卓言是一个特别善良一个人，他的故事里头，他从上一季来的时候都是这种，可能因为形象比较冷峻啊，塑造一个好像挺狠的人，然后用这种方式，其实特别柔软的把所有问题都包裹住了啊，特别好。谢谢。我觉得应该是勇气吧，就是为什么我明明害怕那个醉汉还要过去，是因为我就是知道害怕是什么感觉，所以我才决定过去的。心目中的李卓言挺胆小的，嘴很硬，我觉得我自己挺像一只吉娃娃的，说实话。我发现其实每个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并不是像我看上去这样子，但他们还是没有拆穿，然后其实对我也很温柔，对我也很好。哎，其实不太喜欢这样的自己，感觉有点太无能，一直在被保护，给别人添麻烦什么的。但我加油吧，希望有一天真的能变一个狠人吧。谢谢卓言，我们请卓言来到休息区。那这一组最后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其实一直看节目的朋友对他也很熟悉了，一直给我们一种淡淡的、冷冷的，但是笑点也挺狠的感觉。我请大家仔细听一听他的故事，掌声有请陈爱。大家好，我叫陈爱。其实我比正常人少了个东西，不是脑子啊，是阑尾。因为我之前不想上学，就装病切了。对，因为上学的时候一直有个女生欺负我，然后有一次学校春游，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吃的被她扔了，就没吃饭。然后下午走着走着就觉得肚子有点疼，
捂着就蹲下了。当时老师和同学都来看我，就连那个欺负我的女生也假装关心我。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啊，但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不能好。然后我妈带我去医院检查，当时给我检查的是一个年轻医生，他就用手在我肚子附近到处按，问我哪儿疼，但我根本说不出来。本来有以为要被拆穿了，结果那个医生特别负责，他看我支支吾吾，还以为自己按太轻了，就开始使劲儿，然后就不用装了，按哪儿都疼。查到后来，我妈都想制止，说医生别查了，我们快治不起了。但还是没有结果。我看见那医生脸上出现质疑，他可能想怎么自己学到的知识，就是不能准确找到我的病根儿，因为病根儿在6年3班倒数第2排，摁我没用，你得摁住它。然后我为了不被欺负，就天天装病，说难受。我妈带我去不同的医院检查，那段时间可以说是见证了演员的诞生。首先疼这个事儿，光说我妈是不信的，要一边捂着肚子，再配上一点痛苦的表情。我当时就知道我妈不吃文本。吃呈现。去检查的时候要注意，尽量说得很模糊，有点疼，但又好像没那么疼。医生说你一般什么时间疼？我不能告诉他周1到周5疼。那段时间不光磨练了演技，也在跟不同医生交手的时候学知识，已经能正确找到胃、阑尾、盲肠的位置。所以我也没耽误学习，他们还在上小学，我都学专业课了。最后其实确诊为阑尾炎，因为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没办法查这么细。开始给我输液，我很喜欢，虽然手上挂着点滴，行动不便，但一想到不用去学校，就很自由。我当时就明白，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点滴的自由。但医生坐不住了，他看我打了2个月针都没好，就提议手术。本来我是怕开刀的，直到我妈跟我商量说，你要想好，手术加上恢复，又得1个月不能上学。我心想，那还等什么呢？赶紧开始吧，再拖就要暑假了。最后手术的时候，医生是从我肚子里取出了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健康的阑尾，但我也不会被拆穿，因为我感觉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他比我更需要保守这个秘密。术后扔掉那个阑尾，我妈还看了一眼，她不理解为什么别人的都萎缩发黑，就我的那么健康。可能因为有些东西跟人一样，看着挺好，但里头已经烂了。然后这个事儿过了很久，直到前几年《黑暗荣耀》播出的时候，我哭了。尤其看到文东恩身上那么多疤，想到我自己，一个都没有，只有一个阑尾的疤。因为他很会打我，能既让我疼，又不把我打坏。因为比起打坏我，他更享受那种让我害怕他的感觉。经常跟我说，信不信我揍你？他不想当个坏人，他想给我当妈。然后，所以你们可能觉得这事儿有点夸张，但我始终觉得我是赚的，因为比起开刀，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被打的恐惧，更让我痛苦。所以我这也是一种自保，就像壁虎断尾，只不过我断的是阑尾。我知道讲到这儿，你们可能会有点心疼我，
那你们就心疼一会儿。但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就是去年那个女生的爸爸遇见我妈，说她因为乳腺癌去世了。因为她脾气一直很大，很爱生气。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没有多开心，因为我觉得打我几下罪不至此。我甚至有点自责，因为我觉得上学那几年是一个人性格的定型时期，该不会是因为我没反抗，把他惯坏了吧？所以如果重来一次，我会反抗，这也是在救我们2个，就应该我打他，让他装病去医院，或许能早点查出乳腺癌。我要教会他一个道理，打不死你的，只会让你更健康。最后医学上说阑尾是身上最没用的器官，但它却救了我，为我的青春画上句号。切阑尾的故事，就是我的青春疼痛文学。只是我的青春疼痛不是左耳，是右腹。讲到这儿，谢谢大家。谢谢陈爱。喜欢陈爱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她投票，请锁票。谢谢陈爱。我想先问个问题啊，因为咱们在选这个对决的对手的时候，我记得阿烟和陈爱，你俩就一直想一起比来着，是吧？对，我想跟他一起演，因为第1轮的时候他已经说过，其实想要跟我一起演的。而且我觉得很巧的，我那天跟阿燕说，就是疤就是一种纹身，纹身也是一种疤。对，我们2个相似点超多的，我们都是那种表演型的演员，然后呈现都很好，什么也很炸，肢体语言特别丰富啊。对对对，很活泼。这个既然最后说到这青春疼痛文学了，咱问问小马老师这段的感受。哎呀，说，刚才听你说到那个要学会反抗的时候，啊，就觉得好有道理啊！就是这个反抗不光是对我自己，也是对他的。就是从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好像我以前没有做到的事情。就可能当时我们都还不理解什么是反抗，或者是这件事情反抗是对的吗？但是至少我们现在明白了吧？那你现在释怀了吗？其实我对他已经没有情绪，因为之前听我妈跟我提起他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这个人都已经忘了。因为我确实我觉得恨一个人也很累。是的。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伤害我的人，他们可能不止在伤害我们，他也在伤害他自己。对，非常赞同。之前我在线上看过你的那个火葬场的那个，就挺狠的。这一次我感觉哎呀，好像把我的格局又打开了一些啊，就是觉得原来事情不是只分一面。就当你反抗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帮助另外一个人。反抗不一定说是为自己，这个很棒，我喜欢。谢谢。我觉得陈爱在这一季变化挺大，我发现你这一季特别爱笑，是不是？因为我不爱笑，观众更不敢笑。是不是和很多这个同仁们在一起工作呀、生活呀，会让你越来越能打开自己，越来越愿意聊一聊自己过去这些事儿？就和上一季你的行文风格就非常不一样，就感觉就这一季你变得柔软了，你变得善良了很多。我不一直都善良吗？你以前比较更锋利一些。对，当然我这人可能恶毒一点啊，因为我特别喜欢你那些个那些个就扎死别人的那些个武器，你偶尔扎我2下，我也挺爱看的。你怎么那么瘦？对，因为很少有人能在扎别人的时候还让别人就是心甘情愿的被扎，他扎我还挺乐意的。就从我刚才这个角度来看，他一直在扎你，你一直挺开心，你知道吗？是吗？确实是。哎呀，太好了，谢谢董明。
我想知道，比如这个段子在开放麦也好，或者之前演出的也好，你收获到的反馈会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能想象它肯定不是那种，就是大家皆大欢喜、满堂爆笑的那种状态嘛。收获的反馈一般，所以我就少去收获。比赛也好，结果也好，可能对陈爱来说，或者对于他的朋友来说，都没有这个讲出这个段子更重要，可能。但我矛盾的点在于，因为我现在有时候坐在观众的身后，我也会在想，我们面对的观众是可以说五花八门，来自天涯海角、世界各地。他们打开手机也好，电视也好，观看这段表演的目的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家会对这些表演给予什么样的反馈，可能这也是脱口秀有意思的地方吧。但你愿意讲，你坚持讲，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更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谢谢陈爱，谢谢。对决有个结果，咱们申勇和阿烟也回到舞台中央，看看这个双向奔赴的阿烟和陈爱，以及莫名其妙乱入的申勇，这个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请看大屏幕。好，按照规则，我要很遗憾的先请真勇和陈爱暂时前往待定区。同时恭喜李卓言173票直接晋级，恭喜！那随着这场3人1v1的对决，我们今天对抗路友谊赛的上半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恭喜上半场晋级的所有演员朋友，恭喜！我们下半场精彩继续，欢迎大家回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第2赛段对抗路友谊赛，现在继续。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笑点稳稳接住，成长稳稳守护。感谢让宝宝成长有底气、上场有实力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比赛继续，我们看看下一组要出场的是哪2位演员？不是2位，是2组。我只期待一组，就是谷雨和月明姐，纯闹剧。2番战了，看月明能否复仇成功，也是咱们这次赛事的一大看点。我们是纯友谊，我们没有对抗，没有一点对抗的感觉。有对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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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对抗，纯对抗，一点友谊没有。我去年我是在带领点谷雨的2位老师，虽然去年他们分比我还低，但是他们一直在安慰我，然后我晋级了。2位老师第一时间跑到我面前说，我觉得自己像小丑。所以今年我就跟谷雨2位老师说，我送你们晋级。赵小丸老师就说不是你送我们晋级，是咱们一起晋级。我说对，我是这个意思。一起晋级喽！双晋级，热热闹闹，高高兴兴。这次我觉得我们又彼此更了解对方一点，就是又交到2个更好的朋友。第一个要登场的这对漫才组合，上一赛段为我们演绎了《哈利波特》世界里的奇妙冒险，今天又给大家上演什么好戏？我们掌声有请谷雨。大家好，我是郝方舟。大家好，我是赵小凡。我们是谷雨，谢谢大家。特别开心，又来给大家演漫才了。哎，你有什么想演的吗？这一赛段？其实我一直想演电视剧《三国演义》。哦，这个国民级电视剧了大家应该至少都刷到过吧？那你有哪个喜欢的角色呢？我先陪你演。哦，我最喜欢角色其实是曹操。哦，曹操很多人都喜欢这个的，一代枭雄，有一种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那种霸气。我确实很霸气，是吧？曹操其实我也很喜欢的，你也很喜欢。曹操就是那个别人杀你，你掉血，你可以把杀拿走，三国杀呀。好好演一下电视剧可以，你喜欢哪一段？我陪你演。曹操这个人生性多疑，他跟自己周围侍卫说：“我睡觉谁也别靠近我，我好梦中杀人。我在营帐里睡觉，你来叫我起床。”哦，我来叫你起床。这谁不想杀人？
假期别让大家听这么晦气的声音，行不行？别用手机叫我起床，人来叫我起床，人来叫你起床。OK， 你睡我，人来叫他起床。哎，丞相，我问你一下，你刚给我摁这一下，意思是给我关了，还是10分钟之后再叫你？我意思是，你不要学闹钟叫我起床，人来叫我起床，然后我杀你。我人叫你，我不是生性多疑吗？生性多疑，明白明白。曹丞相，曹丞相，曹丞相，咱俩谁多疑呀？你再给第一排观众撞死！我生性多疑，你生性多疑，我杀你，你不能这么谨慎。我不能这么谨慎。我杀你，你要不在乎不在乎点，明白明白，不在乎一点。你睡，我不在乎，不在乎。曹丞相，哎，曹丞相，哎，曹丞相，嘿，你挺会呀！那别演这段了，你刚才不是也喜欢三国吗？我也喜欢三国啊。那现在是我陪你演一段。那你最喜欢哪个人物呢？我喜欢诸葛亮。哎，诸葛亮我也很喜欢。你也喜欢诸葛亮？诸葛亮就是那种你没排，别人不能杀你，该你三国杀了。不是，那虽然我刚才演你那边是我这样那样，你好好演。你知道自己在这样那样，你好好演，好好演。诸葛亮，你最喜欢哪个桥段？我来陪你演。诸葛亮，我其实很想演那个空城计那一段。空城计就是面对司马懿的大军，诸葛亮和小童两个人在城上使出空城计，就演这段。诸葛先生，司马懿的大军已经压过来了。他们到哪儿了？他们已经进城了。进城还怎么空城计啊？没进城就在城外面。他们还在城外。他们有多少人马？他们有骑兵5万，步兵10万。还有1万坦克。哪来坦克啊？还有坦克没有坦克？就15万人啊！他们有15万人呢。我方有多少人啊？我方只有5个人。行，那我方人也太少了。怎么办嘛？哎呀，那没办法了。只好用计了，去传我的号令，打开城门。传诸葛先生号令，打开城门，全军出击。全军出击打得过吗？5个人打15万人。诸葛先生听起来不是很信任我兄弟5人呢。一副打得过的样子。司马老贼，受死吧！丙先生输了，你搞这么帅干嘛？输了你在以为你都给杀了呢。15万。哎呀，那没办法了还是按原计划用空城计。去拿我的琴来，我要抚琴。先生您要抚琴？那先生，我想听那个赵雷的《成都》。你点上歌了。赵雷的《成都》合理吗？先生，咱们是蜀国的，听《成都》是不是很合理？行吧，来吧。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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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再来一个马迪的《南山南》。没完了你！完了，先生，他们没中你的计，10万人朝他们冲过来了，他们已经冲进城了。怎么办啊？没事，先生，不要惊慌。我把后门打开，15万人没刹住车，又冲出去了。有病啊！空城。哎呀，别演这段了，演你那边。演曹操这个。曹操，你还有没有想演的？曹操这个人其实也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有一个典故叫望梅止渴。望梅止渴，就演这个。丞相，弟兄们都渴了吧？回丞相是渴了。还好我自己带水了。不能自己带水。不能自己带水。不可以自己带水。老板给我拿瓶矿泉水，我扫你啊。也不能买水。也不能买水，不可以买水。老板换成啤酒，我扫你。啤酒都不能买了，哪来的小麦？渴了来问我，问你怎么办？问我怎么办？丞相，弟兄们都渴了吧？对，丞相渴了怎么办？大家不要惊慌，前方就有一片梅林。哪儿有午餐肉啊？梅林午餐肉是吗？兄弟们看，前方一片梅树林。丞相，前方梅树林。对，梅树林，你让我们看什么呀？兄弟们看，前方一片有树林。丞相，前方有树林。对，有树林。你刚说梅树林，前方有梅树林，有梅树林。不是，丞相到底有梅树林啊？
有树林，有不是丞相，你这样颠来倒去的，弟兄们都被你搞乱了。哦，被我搞乱了。哎，这样吧，咱俩各退一步啊，各退一步。前方有树林，有树林，也有午餐肉。没有午餐肉，不是丞相，是梅林午餐肉。没有梅林，丞相没有梅林吗？哦，没有梅林，咱怎么演望梅止渴呀？别演这段，不演这段，最后再演一段吧。那最后咱演一个诸葛亮跟曹操都有的，两个人都有，就是草船借箭。OK， 先演诸葛亮那边。诸葛先生，我们与那曹军水上交战，不知道用什么兵器最好呢？水上交战果然还是弓箭最为合适。哦，我与先生不谋而合，那请先生10天之内造10万支箭给我。哈哈哈，10万支箭可不需10天，给我3天就能造好。嚯，先生够造的呀！哪儿来这句啊？先生太造了，哪儿来的没有这句？哦，给我20艘船，上面要扎满稻草人。先生请看。20艘船在此，好，上面已经扎满了稻草人。好，这什么表情稻草人啊？这是，还有这个动作稻草人呢？这什么动作稻草人啊？先生，你站这，还有我位置呢，给我射死了！我要草船借箭。你不上船吗？我要草船借箭。哦，我打算呀设计一个恋综，这样男嘉宾女嘉宾一见面直接亲嘴儿。恋综，你讲人家七夕段子干嘛？你要借鉴的吗？哪个借鉴呀？这段多好，是不是？我还草船致敬呢，干咱这行能干这个吗？演你那边，演你那边。哎呀，丞相，何事如此惊慌？哎呀，丞相，对面好像打过来了，江上来了好多船呀，上面好像站满了人。站满了人，他们第1排是这样，第2排是这样的。我是你吗？第3排我就看不见。没有这样，就正常的士兵，正常的士兵。丞相，江上来了，一船上面站了好多的人啊。哦，他们有这样的，哦，这样的，还有这样的。刚才没有这样的啊，刚才很清楚，刚才没有这样的。丞相雾茫茫的看不清，我感觉他们好像是来偷袭咱们的。他们来偷袭我们，那放箭，丞相要放箭射他们。放箭。可是丞相，我担心他们使用草船借箭的计谋呀。这个计谋你怎么知道的呢？丞相，我听他们说，他们好像是来取箭的。他们来取箭的吗？那你们取箭码报一下。哪儿来的取箭码？就传我号令放箭。传丞相的号令放箭。放箭。咻啪咻啪咻啊！真扎着人了啊！哈哈！曹贼，你中了我诸葛亮草船借箭的计谋了，还扎着诸葛亮了是吗？是啊，谢谢你的箭。哦，刚才这个是诸葛亮呀，够了吧你？谢谢大家。谢谢古语，喜欢古语这段漫才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们投票，请锁票。今天这段好像是这个来回切换多一些哈，风格变了，感觉你们俩都在吐槽，都在演装傻。对，够累的，反正是，是吧？这你们俩太卖力气了，这个。我个人一小观感啊，其实就叫您要都紧起来也挺好，就中间望梅止渴是不是稍微有点多了一点？把那摘了，我估计更好，是不是？就中间那块我就很慌张看的。哦，对，哦，那我们把中间摘了，我们重来一遍。不许再借鉴了。这个。它毕竟它不是那种就是我们上一段讲的完全靠语言的，这里边有好多靠表演的。靠表演它就里边可能有一个控制的问题，其实在一个节奏上顶的吧，它就会让人时间长了会有疲劳感，包括表演本身的满跟收，稍微再琢磨琢磨，我觉得可能会比现在效果更好一些。明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现在感觉这漫才比就是单人的脱口秀是不是更难？得有个配合，这默契，这个你们刚才的那个认真的程度，那种投入的程度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就像博哥说的，就是可能在节奏上可能需要一些调整，包括文本上，如果可能要有更精彩的或者类似于这种4两拨千斤的那种东西，可能对于你们来讲帮助可能会更大，这是我的感觉啊。我有点没太想明白，就是为什么你俩这次选择了就是装傻跟吐槽会来回切换嘛？一段作品里，而且不止切换了一次，是来回这么换。
因为我们理解漫才，它不是一定要固定死角色的。我们理解漫才就是，有人装傻，有人吐槽，然后两个人在台上玩起来，这个就是漫才。就像我们生活中，其实大家也是有时候会装傻去逗朋友，然后有时候是会吐槽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像我们俩的真实状态，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一段。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刚铺到一个地儿的时候，哎，你俩说，哎，行，先不演我这个，再演你这个，多线叙事，根本对啊，我有点可能喜欢那种那一根筋到底的那种感觉。不过挺好，我觉得尝试嘛，总要试一试才有新感觉，才知道观众的喜好，还包括这个舞台能接受的度在哪儿。谢谢古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先来到休息区。那要和古雨进行 PK 的第2位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我们的小开水壶精，他的这个很多爱情故事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但今天他要讲的是一些前传，我们掌声有请月明。对，今天讲讲我单身时候的事儿啊。大家能看出来，之前单身了很长一段时间啊。那段时间很绝望，因为想谈恋爱找不着人，就我对同性啊，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异性对我啊，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但是我为脱单做了很多的努力，就是你要脱单，你首先你要认识人，对不对？我那时候比较宅，我认识人的方式就只能是在游戏里认识人。我那时候特别喜欢玩吃鸡类的游戏，就那种枪战类的游戏。我发现里面有一些男生特别喜欢撩妹。他怎么撩？比如捡个好的装备，他不是自己留着，他主动问人家女孩，他说：“哦，我这有个6倍镜，你要吗？”一般人都会说要，然后这个男生会开始他的骚操作。像6倍镜啊，叫哥然后会撒娇的人不会人家会说：“哎，好哥哥了，最爱你了，么么哒。”你别说6倍镜，命都给他。对面撒娇这个人都不一定是个女的，但不管，命都给他。我也遇到过这种男生，上来就问我：“6倍镜你要吗？”我说要，他说叫哥哥。我当时心想，终于到我了，看我怎么征服你啊！我说只要你把6倍镜给我，你不仅是我哥，你还是我大哥。大哥天，大哥地，大哥能顶天立地，大哥风，大哥雨，大哥能呼风唤雨，你是我的好大哥，有房有车，谢谢大哥。当时就大哥就被我镇住，二话没说，掏出个手雷就把我炸死了。他6倍镜没给我，我命给他了，我气死了，气得我哮喘都犯了。但是很快我就冷静下来了，我说可能确实说话有些刚硬了。但是没关系，我是个非常好学的人，我就上网找那些教怎么撒娇啊，教怎么温柔说话那种短视频，我一宿一宿看，我都不睡觉。我觉得学的差不多了，又进游戏找那个男的。我不是可是他一个人祸害啊，我就是做实验。你做实验你不得控制变量吗？我是个非常严谨的人啊，我觉得玩的差不多了，可以向他输出我的学习成果了。我说，爹爹，你开车带着我，队友不会生气吧？队友可真修不上我，只会心疼。那男的开着车从悬崖冲下去了，嘴里还喊着要跟我同归于尽。实验证明撒娇有用，都殉情了。但是在游戏里认识人确实就不靠谱，
不靠谱，你还是要在现实中去认识人，去社交。我朋友就拉着我去社交，去夜店社交。我开始很天真，我觉得在夜店社交非常容易，因为你看不见，你也听不着。但是我真到了这夜店之后，我发现不是那样的。就夜店，它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地方。就夜店门推开那一瞬间，我都震撼了。我说这个就是阴曹地府嘛。灯是绿的，还冒烟儿，跟那个86版《西游记》里阴曹地府一模一样。我当时我都想，我说我来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早？但是我钱都花了，我得坐一宿，然后我就坐了一宿。我那个朋友喝了2杯就倒了，咱不知道为啥那天他倒那么快。然后有一个男的就跟牛头马面一样，就过来了，要把他带走。我死命拦着，死命拦着，我都忘了我是去社交的，我不是去当保镖的。结果拦着拦着，一个手搭在我肩膀上，我一回头，我朋友就这样瞪着我，然后跟我比口型，说别拦着。我知道他为什么有对象了。人单身的时候，其实我不怕单身本身，我怕有人催婚。我父母不催，但是有人催。我老家隔壁有个大姨，平时我也看不见她，我就过年过节的时候偶尔能碰上她，但是她真的很关心我。每次看着我，结婚了吗？生孩子？怎么还不结婚生孩子？这个女人呐，过了25就不值钱了。我说呸，大姨，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嗯。主要我真挺烦他的，因为他不仅催我结婚，他还催我离婚的父母复婚。主要是我爸已经再婚了，我就感觉他就是见不着东西担着。他可能他最讨厌的植物就是牡丹。他最讨厌的动物是丹顶鹤。最讨厌的人是我跟我妈，最讨厌的节目是《喜剧之王》单口记。他一点品味都没有，但是我还不能跟他顶嘴，我要跟他顶嘴，他还有一套嗑。啊，你现在不结婚生孩子，那老了之后谁管你呀？我这么说都是为你好。我说谢谢您，谢谢您。我妈都没这么为我好过。你才是我妈吧？你是我大妈。大妈天，大妈地，大妈管天又管地，大妈风，大妈雨，大妈听风就是雨，大妈不跳广场舞，句句都是为了你，谢谢大妈。你们就好看整活是不是？但是我说实话，他自己婚姻也不是很幸福。他劝我结婚，可能他觉得祸不能单行。我一直认为结婚和不结婚，它就是个个人选择，无所谓，你自己幸福就好，对吧？你快乐就好。他不是，他就像是你在那儿做题，让他跑过来跟你说这题选 C， 这题绝对选 C。我说这是个主观题，人生就是个主观题。我想结婚的时候，我自然会结婚；我不会撒娇，我就不撒娇；我不想蹦迪，我就不蹦迪；我想上价值，我就上价值。我不想上价值，我就下台。谢谢大家，月明。谢谢月明。喜欢月明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锁票。中间这个大哥天大哥地，听得我。好吧，现场观众突然掏出2瓶啤酒送给你，慷慨解囊啊。
对不起大家，让大家看这么个玩意儿。挺好的，就是我刚才就是你那个你在网上不是那个游戏里那个，给你扔手雷那一下，我就拍了，因为如果是我也得扔。真的不想给一些东西。问题是后来你不是又改良了吗？我觉得手雷我扔早了，你知道吗？恨我不死。我好怕你拍灯的时候，他说你谢谢大哥。我觉得比上次那个还有意思，而且这次这个就是说不出来，就是带着一股这个特别自信的邪气，你知道吗？邪气。对，我其实非常紧张，我可能是觉得有点羞耻，可能是，就是因为这段其实因为好多演员他都听过，然后经常拿我这个大哥天调侃。我其实讲这段还是有点胆怯吧，可能。其实没有，很好，你不用管他们。其实，刚才整个那段弄完，这整个完了，我们的感受就是想祝你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星高照，四季发财。遇着前同事了，这是。你看黄渤老师整完活，你是不是放心一些？大家都会。是能感觉到岳明今天使着劲儿上来的，可能是因为你刚才所说的那个不好意思的那一部分。对，今天我是真实的我，就往年可能就比较收着，就觉得，毕竟线上节目需要一些可能需要一些底蕴，可能是。我看了你那个手账，我就觉得哇，好治愈！我真的就是听你絮絮叨叨的翻来覆去在那贴，我给看进去了。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浪漫和柔软的人。其实是的，是吧？我觉得像是一个铠甲吧，就是总觉得可能那个柔软的东西展露出来容易被伤害，所以就。柔软是你最珍贵的一部分呀，谢谢。对，大家会爱这一部分的，谢谢。但我觉得今天这么好的机会，你守着老师，你不让老师教你怎么撒娇？我吗？我。小马姐撒一个去。我跟谁撒？你啊。好家伙！你看我就不掺和这话题，我生怕就是太熟了，有点恶心。别跟我撒娇了，姐姐。什么玩意儿？我总觉得你俩好像还不敌他呢。咱一块儿去听了，咱都。大哥饶过我们吧。这个虽然艺术成分为0，但大伙儿都挺快乐，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吗？大傻子喜剧啊！完人传人了，已经开始，挺好的。你看我们这个卡座的四位老总慷慨解囊，谢谢。挺好，我觉得真不错。因为我可能就是希望大家就是纯粹的快乐就可以，就幸福就好了啊！祝您今晚晚安，谢谢，明早早安，谢谢，好人一生平安。好，就这样吧。谢谢。那比赛要有个结果，有请这边2位贵宾一起上台。好家伙，这对决结果会是如何？请看大屏幕。按照规则要很遗憾，先请谷雨暂时前往待定区。同时，我们恭喜183票的岳明直接晋级。今日你我2人桃园结义，哎，这结义是3个人啊，3弟还没来，咱俩先结，一拜天地。这是结婚，咱是结义。哦，结义，那我准备点贡品。哦，乌牛白马，2个牛马，2个牛马。算了，我自己 Q 吧。你来。该上点香了。哦，有香，香已经准备好了。这是香吗？这是10个晴天厚米棒就是香啊！厚斗门收获的鲜米，口味好丰富，尝之。确实是鲜香美味。行，咱开始拜吧。皇天在上，厚土在下，好红米在身边，厚米棒在厚斗门58号。桃园带货呀你！那咱们比赛继续，对决也继续，看一看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哪2位。我想加入安全出口。
你怎么敢选？我看他们没人选，太可怜了。要不然我们就流拍了。是啊，流拍我们会跟谁打呀？就是淘汰，直接淘汰。对，直接淘汰。我们接受不了一个人晋级，一个人淘汰。那要是咱俩晋级，他淘汰怎么办？那也行，也行，也行，也是最好的选择。对。那如果你晋级，我俩淘汰怎么办？那我跳下去，那我将用复活金牌复活我自己。我觉得我们3个的 PK， 我们3个在国长先上，那我接你吧，他抽你，我收对，好，我们不是1v1吗？咱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这位大学生，上一次刚在舞台上把这个短视频的课程的作业交了，这次咱给他继续点点关注，掌声有请，谢谢。Hello， 大家好，我叫谢谢。对，我现在是一头大学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住酒店拿外卖一定要带房卡。我有次在酒店点了个外卖，那个外卖机器人特别有边界感，停得离我特别远，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去偷对门外卖呢。当时我只能一只手顶着房门，一只手伸出去够外卖。拿对空动手要点击关门按钮，我就一只手顶着房门，一只手拿着外卖，一只手点击关门按钮。关门按钮，名不虚传，一个按钮能关2门。我给外卖签收，我这房间给我拒收了。我在外面很尴尬，我的 OOTD 是一件朴素的黑色卫衣和一条亮蓝色的紧身大秋裤。站在走廊里像个迷路的变态，还偷别人外卖。我很懊恼，我说怎么穿着秋裤就出来了？但我有点庆幸，我说起码还穿了秋裤。我想要回到房间，唯一的办法就是穿着我的紧身蓝秋裤，下楼找前台要张房卡。这时候我开始做那种心理建设，我说有没有可能，只要我足够自信，他就不会以为我穿的是我的紧身蓝秋裤，他会以为那是一件Blue Lemon。但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Blue Lemon它不开口。我说这个关门按钮少关了一扇吧。很生气，都赖那个机器人。你一个外卖机器人，送不好外卖，光气人。我很烦，都从他接他电话，我就感觉不对劲儿。一接电话跟我说什么，你的外卖到了，很割裂，朋友们。外卖员没有这么讲话的，外卖员给我打电话说都是，你外卖到这个饭门口能说拿吗？你的外卖到了。你高兴啥呀？那不我的外卖到了吗？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机器人老用小孩的声音说话，对吧？然后一接电话，你的外卖到了，就我感觉我在雇佣童工，有一种负罪感。我混蛋的外卖送到楼下，我不下去拿，让小孩给我送上来。我有时候都想要不干脆这个外卖就放他肚子里吧，算是咱们给孩子的啊。除了外卖机器人以外，我之前在路上遇到过一辆运共享单车的大卡车，他也用小孩声音说话，开着开着来了句说：“我要靠边停车了，请让一下。”太震撼了那个画面。你们见过擎天柱穿肚兜吗？啊？夹子音擎天柱，汽车人变形了。你感觉他跟威震天打完架，跟人家说你再也不跟你玩了吗？太奇怪了，你大卡车学什么小孩说话呀？你是卡车，你不是宝宝巴士。你卡车装哪门子可爱呀？你就用你最匹配外表的那种粗犷的声音说话不就行了吗？让一下，要不停你身上。不理解为什么，所以我想了一下，我觉得这种机器人电子音用小孩的声音，
它本质上就是通过装弱势群体来博取同情，从而获得特权，对吧？因为大部分人会选择不跟小孩一般见识，卡车往路边一停，后面路全堵死了。当他跟你说我要靠边停车了，你就感觉停吧停吧，小孩不懂事停着玩的。酒店机器人一进电梯，跟你说，请把中间的位置让给我。你就感觉，行吧，孩子想站中间站中间吧。但如果我想象了一下，如果他就用正常的成年人声音跟我说话，我会怎么反应？一进电梯说，请把中间的位置让给我。不让。啊，电梯你家开的，能坐都不能坐，滚出去！再废话，给你轮拆了。坐个电梯一个劲儿往里挤，外卖送到门口你不往前送2步了啊？对吧？我觉得大家对于正常人是没有那么多包容度的，你只有装的可怜巴巴的才会骗到大家的同情心。这种事情在人类社会中经常发生。大学生心疼阿姨在寒风中迈鹅腿，根本就是装出来的弱势，全是假的。那个机器人也是，他就光嘴上说请让一下，实际上我不给他让，他也往里挤，啊，还舔个脸在那问呢，说没有挤到你吧？你都压我脚上了，对吧？太假了，我感觉特别像我们生活中那种非常讨人厌，但还老爱说自己是讨好型人格那些人们。你们身边都有这样的朋友吧？啊，你光说呀，你讨好啊。我就认识一个演员，老爱说自己是讨好型人格，实际上老讨人厌了。我觉得他本质上就是一个 NPD。他说自己是讨好型人格，属于是 PND， 骗你的。一录节目就装得特别谦卑，可怜巴巴的台上说什么来录节目非常紧张，因为我总是自我怀疑。我见过他，他私底下自我怀疑的方式是问，说我怎么演出这么炸呀？不光怀疑自己，也怀疑别人，说他们怎么都没我炸呀？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看过他的演出，不炸，我理解炸应该观众哈哈哈哈哈哈，他那个观众是，他那个在我们这儿一般叫温，他这个要是算炸场的话，当年关羽就是炸酒展的华雄。子曰：“炸孤而知新，可以为师矣。”马天宇那歌唱的就是我这该死的炸柔，太假了，我不会整这一套。我来录节目就是真人秀环节，我就秀真人，然后全让人剪了。去年的节目你们就看去吧，镜头老少了。一开始说我什么黑马新人，到后面我说我镜头呢，我不黑马吗？怎么我一个黑马的镜头时长，它如白驹过隙啊？一期节目下来，真人秀镜头还没有李家俊多。李家俊是林简期的发小。很难受，但我现在像刚才我说的那种假人装货，他们反而能够骗到很多关注，能够站在聚光灯中央，把我们这种人挤到旁边去。我不服，我想对他们说一句话，是我跟机器人学的。就请把中间的位置让给我，讲谢谢大家。谢谢。喜欢谢谢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
好爱看谢谢顶着一张老生人脸骂人。他老干这种事儿，那是啊。你看，虽然我在刚才段子里面说自己真，其实我也挺假的。我跟你说，因为我这个说的不是一个演员，我是把很多我讨厌的事情融合到一个人身上。哎，你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受虐的，你喜欢不？不是，他也没骂我，不是他骂别人是挺爽的。我也趁这机会解释一下，我这个也是在艺术加工，就是导演组有时候剪我镜头也挺合理，因为我总是在后台骂街，人家也剪不进去那种东西。那咱们问问这个天生的这个真人秀圣体李乃文老师。其实我也在想，就是我一直在很共情的听他说机器人和大卡车的时候，哎，画风一变，我说合着前面全是铺垫呀。然后最后就是想要有一个诉求哈，就觉得不公正、不公平。我觉得表达出来挺好的，但是管不管用不知道。是，没事没事。但是呢，我们先表达出来。我刚才也想，他们点评说点啥呢？是说机器人还是说大卡车的？我正在那研究，突然有人把桌掀了。这个就挺耐琢磨的。其实他讲的大卡车，讲的那个送货的小机器人，跟后来在台上这个人，他其实是一种人。粗壮的外表，这个细嫩的声音，然后看起来很稚嫩，但是他很霸权。然后这好的本子就是不显山露水，然后但是到最后一气呵成。包括你说前面给你的那些假象也好，其实到最后跟后边不是翻转，他就是万剑归一了，他归到一个方向了。我觉得就是还挺妙的。谢谢老师，谢谢你。那谢谢，先到休息区，好不好？谢谢是一个非常有少年心气的一个小孩，他的愤怒有时候看起来很幼稚，但是谁都有幼稚的时候。人年纪大了之后就会想趋利避害，就总想去说一些、做一些对自己无害的事情，但是谢谢不会，我其实挺羡慕的。谢谢根本没有自我那个心理功课什么的。你看，真正年轻人怎么看待世界、看人这态度？我自是谢，就这么写，像一把锋利的刀，切开这个社会残酷的一面。年轻人就该这么干。我要自己再补充两句，我知道就是有很多地方节目组是保护性剪辑啊，就是得各事儿各论。至于我原本应有的真人秀给我剪掉，我依然保持愤怒啊。接下来上场的是一对组合，是漫才组合。他们那个不是单打独斗，两个人配合，不管这讲漫才还是做格斗选手，说话总是精神抖擞的。组合名也非常的朗朗上口，我们掌声有请安全出口。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大队长，我是安全出口，大家好。哎，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那种博主，那种这个旅行地陪博主，有没有刷到过？上海蛮多的。说白了就是兼职导游。哎，我觉得这个行业现在也挺好的。是，哎，就是我是个东北人，好，现在东北旅游说实话也挺火的。啊，哎，我就想有没有一天我能回到东北做一个这个旅行地陪，宣传一下家乡文化。哦，你也想干这行？哎，但没什么经验，你能不能提前让我演练一下？行啊，我也没去过东北。哎，正好，那你说你是我的客人，我来接你。好吧，可以。喂，你好。哎，那个我到了。哎呀，你是那个大先生是不是？哎，是我。哎呀，等你半天了。哦，哪个是您呀？门口哪个？就捧你大照片那个。放下。太晦气了吧啊！放下啊！那我放车前面了啊！放车前面不更晦气了吗？那车不成灵车了吗？你车牌号告诉我，自己找行不行？啊，车牌号啊，那个7749。哦，7749啊。没有7749啊？咋没有77？哎，哦，是你吗，兄弟？哦，是我。这不这个吗？哥，你这不 QQ49吗？啥 Q7749？阿波斯特G77不知道？谁这么念车牌号啊？哎，你好。哦，你好。这干嘛呢你？逗狗呢？你在这儿？开个玩笑，破冰啊！我录个视频行不行啊？行。现在不是比较流行嘛？啊，这挂个那个小摄像机啊，拍个 loft。vlog。拍什么 loft 呀 ？vlog 啊，就那玩意儿，你知道吧？行。咱们刚下飞机啊，舟车劳顿是不是？
有点啊啊，我都给你安排好了，是吗？咱们直接奔这个东北洗浴怎么样？哦，搓澡是不是？哎，好啊，好啊，好啊。那咱走，走，上车，上车啊？没车，没车啊？没车，那个 QQ49是这路边的。这路边的啊？那你怎么来的？我坐地铁来的。你坐地铁来的啊？你捧着我大照片坐地铁来的？欢迎你吗？不是？哪有这么欢迎别人的？欢迎你啊！咱们那个进去，咱们搓澡好不好？哦。哎，之前有没有搓过澡？没有，没有啊。你要这个盐搓、醋搓还是奶搓？我也不懂啊，啥叫奶搓？奶搓就是李乃文给你搓。他给我搓干什么？老师傅手艺好，你让他歇会儿吧。你搓，我给你搓啊。那你要轻一点还是紫一点？轻一点，紫一点。我纹身来了，就力气轻一点啊！这行不行啊？行，可以啊哈。哎呀，哎，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啊，我是干那个。不想知道你就别问，行不行？是不是健身教练？不是啊。那我看你这背练挺好啊。哦，能看出来啊。你这长三角特别发达。倒三角啊。长三角本来就很发达呀。倒三角。倒三角啊，练得好啊。谢谢啊。你这个斜方肌也特别大。不会夸少夸啊，少夸。羡慕你们这些身材好的。谢谢。哎，头稍微抬一下啊。给我敷个面膜。哎，不知道谁的裤衩，不知道谁裤衩你放我脸上，你怎么这么不卫生呢？你这个人，你别给我搓，了，行不行？不搓太不卫生了。那泡会儿行不行？泡会儿，我不给你搓了，好吧？先搓后泡啊？哎呀，这个池子啊。哎，你别踩大爷。这儿有个大爷，不好意思。哎，你别踩大爷呀！哦，这儿有个大爷，不好意思。哎，你别踩大爷呀！全是大爷，泡澡还是泡大爷来了？没事，你稍等一下啊。哎，我就问一下啊。哎，大爷，请把中间的位置让给我。让给你干啥呀？不泡了，别干扰大爷了，走吧。不好意思，人太多了，今天这不怪你。那咱们上楼按个摩，好不好？行，走哈。走，穿衣服走。我把这个先关一下啊。现在才关呀，老头全拍进去了。不好意思，我不怕。哎，按摩，不好意思，咱们这个按摩给你介绍一下，特别有特色，是吧？你看这个中式，哎，泰式，上海式。上海市是什么市？直辖市。没问你这个我知道。我问你，上海市和中式有什么区别啊？就是价格翻了1倍。给你点啊！这换一个，这个梦回大堂是什么项目？你挺会选啊，是吧？梦回大堂是咱们这特色项目。哎，就是这个按摩，哎，手法特别棒，能给你按睡着了。睡着，等你一睡着啊，给你扔楼下大堂去。哪个大堂？梦回哪个大堂？这太吓人了，你是恐怖项目啊！泰式啊！那我得跟你说一下啊，干嘛？咱们这个技师也比较特殊，是吗？是那种那个残障人士啊，盲人按摩，聋人按摩吧？啊，听不见你说话，他能看见就行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那我帮你安排啊，行，稍等啊，聋人按摩啊，请进。啊，不对。你好，哎，你好，哦，您是8号技师 ，OK， 您听不见 ，OK， 啊，哦，请，哎，有点疼，师傅，哎，不是，轻点，哎，疼，谁给你按开心了？疼了，你劲儿使小一点。哎，劲儿使小，哎，干嘛呀你？我让你劲儿使小点，这样，哎，OK，我健身，是，哦，谢谢，
嗯，哦，你也健身？哦，厉害。嗯，练8年了，厉害。啊，每天早上起来跑步，睡得也很早，吃的也很克制。你话怎么这么多呀你？你说话和按摩冲突，你知不知道啊？什么啊呀？你别按了，你别按了，换个人给我按行不行？换个人。OK 啊，我给你按呀，够了呀，谢谢。谢谢安全出口的表演。喜欢安全出口这段漫才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们投票，请锁票。谢。好一段传统漫才学聋哑，我好多年没这么演了。就想先问问大林，这个看到一点这个老相声的感觉吗？他跟相声肯定不一样，但是这种逗人笑的方式是一样的嘛，我觉得挺好，而且这哥俩人家还真是挺紫米。挺什么？挺什么？就是搭档之间很默契。哦，那你就说很默契不就行了？哎，这样。不会说话，明白吗？你这个长三角不是？我说我们那个老有一些个也是那没什么大用的专业术语，老爱夸人，就是这个态度，这逻辑。但总的来说啊，看着特别开心，我们演的也很开心。我有一种看动画片的感觉感觉你们俩特别像那个猫和老鼠。因为王灿特别好动，特别古怪，老在欺负大队长，然后大队长就老老实实的那种样子，就让我感觉特别有动漫感。就应了你们这个漫才的，就是非常的适合，然后非常的好笑。谢谢老师，你也很好看，谢谢老师。啥玩意儿？谢谢。简简单单，我觉得，所以说观众也就变得简单，就可以把简单的感受直接扔出来，非常好。没了，就是他们很紫米。可能是我啊，我是老师傅啊，所以我可能喜欢这种传统漫才，而且代入感呢很强，就是一下我就能带入到你们的那个情景当中。包括你看东北人，他有自带的那种幽默哈，然后又在东北的那个洗浴里面的那个情景，我就一下就带入进去了，挺好。谢谢老师，好，谢谢。他们就是特别简单直接，因为一般按喜剧的规律，你还是得铺一铺盐搓醋搓是什么，然后第三番奶搓。对，我还想着，我说醋搓没见过，我说奶搓知道，就结果蹦我身上来了，这是我没想到的啊！我一气之下拍了一下桌子，没想到灯亮了。有空给您搓澡，不好意思。多生气。原来说是本来是我奶给你搓，导演说这个男澡堂不能出现异性。幸亏这期您来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我们把谢也请回舞台中央。对决结果如何？请看大屏幕。这也不好说了呢哈，都挺好，感觉都能190左右。强对话呀！啥玩意儿？哪儿疼啊？没死呢。谢这块金牌，甚至不是他的金牌啊！我也不知道他从节目组哪个地方捡了一块金牌，到处给人发，拉着一个选手就说：“没事啊，淘汰了，我有办法啊。”这很极限挑战呀，这感觉这。哎呀，按照规则，我还是要请184票很优秀的安全出口暂时前往待定区。拜。同时恭喜谢205票直接晋级。咱们对决继续，下一组对决，我们看看要出场的是哪2位朋友。那率先要出场为大家表演的，除了是一名脱口秀演员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另外这个身份呢，遇到的这怪人啊，也不比这个舞台上少。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听他自己说。
掌声有请胡来。哎 ，Hello， 大家好，我叫胡来，你们好吗？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少儿吉他老师，教1、2年级的小朋友啊。我就特别害怕有些家长啊把孩子拎过来，是他们周末没时间带了。因为我们琴行不卖课时，是你买一把吉他，随时来我们随时教啊，明白了吧？所以那些家长一看说，哎，这儿托管孩子送吉他，一到周末就把孩子寄存在我这儿。我都要下班了，他也不来接，忙忘了。我刷着他爸发了条朋友圈，说我家孩子丢了。我就给他打电话，你儿子在我手里。就也顾不上孩子好不好好学了，因为有时候把孩子送过来啊，连吉他都不带。我是干上育儿嫂了，不是你学吉他不带吉他，京中有善口记者。后边开始直接拿我手机玩游戏了，他妈妈还问我说我儿子琴练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呀，上海市第7高渐离了。爸爸妈妈没时间带，爷爷奶奶就更沟通不了了啊！我说孩子来上课还是得带吉他吧，他爷爷说带啥吉他呀？你这不都是吉他吗？你随便拿一把给他用呗。我开的是琴行，又不是网吧。孩子一进门，网管9号吉他开2小时。那天下午，孩子感冒了，他爷爷叫我带孩子去医院，特别生气啊，说你给我孙子教感冒了。我是拿花洒教的嘛。我就不理解这些爷爷奶奶，非要催着自己孩子生孩子，说生完了我养，结果生完了都是我养。很多家长会觉得吉他不是什么正经爱好。我之前遇到过孩子说想学吉他，拉着爸妈进来，我都想上去介绍了。他妈妈说：“哎，那吉他学了以后能干嘛？以后出去要饭吗？”不是学吉他要饭怎么了呢？你都出门要饭了，扛钢琴多累呀！城管来了你都不好跑。他不支持孩子学嘛，就问我，就挑我各种各样的毛病，问我最便宜的吉他多少钱。我说你要诚心要啊，800。他盯着我，100卖不卖？你打发要饭的呢？我说卖不了。他把工匠精神出来了，说儿子走走走，回家爸给你做。吉他有啥难的呀？找块木头刨个洞，拉2根弦不就完了吗？我说那个叫二胡。很多家长都会有那种乐器歧视啊！之前甚至有家长跟我说吉他都没有什么正经的演出服，像人家弹钢琴、拉小提琴都要穿西服。我说人家钢琴是乐器之王，是因为人家音域广、上限高，不是因为他卡穿搭。你要是这么喜欢穿西服的话，你去萨利亚当 waiter 不就完了吗？也有那种啊，孩子对吉他没什么兴趣，家长硬要培养的情况。但其实家长也不太了解，经常就是拉着孩子进来说：“宝贝儿，咱们学吉他啊，以后啊当郎朗。”我说咱学吉他应该是当不了郎朗，郎朗学吉他都当不了郎朗。他逼着孩子学嘛，那个孩子积极性就特别差，到了琴行除了练琴啥都能干。我之前带过一个小女孩练吉他练一半，摸了本数学作业出来，藏吉他谱下边偷偷做。我以为他看漫画呢，我说看啥了？没收了。黄冈小状元。不是琴行里怎么能做数学呢？放纵餐怎么能吃沙拉呢？我第一次没收到本课内书，小状元都惊了，说没收我吗？你知道我是谁吗？我黄冈，我大哥是衡水，你还没收上我了，你个小雅马哈。我就跟他妈妈商量，我说不行，孩子好好搞学术吧，在我这儿别耽误了。结果他妈妈说，孩子就是得全面发展，你别说学吉他了，他周末还得练跆拳道呢。
哎呦，我就特别心疼这个孩子，在道馆做题得多困难呢。很多家长都会说，哎呦，我们那个年代最羡慕的就是班里那些会特长的孩子。你羡慕你就自己学呀，你现在不学，等你以后60了，别的老头都会拉二胡，你只能在旁边撞树，在旁边自拍。人家是弦乐，你是打击乐。很多家长都是这样，会逼着自己孩子去学一些兴趣爱好，来弥补自己小时候没有学的遗憾啊。孩子又是学吉他，又是跆拳道，又是钢琴，又是奥数，你咋这么多遗憾呢？你小时候干嘛去了？你该不会有个快乐的童年吧？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胡来，祝你天天开心。谢谢胡来，喜欢胡来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胡来。我刚才我拍这个灯，我就想让很多家长啊，真得多听一下。现在的孩子真的都挺可怜的，就是你明明他就不喜欢这个，你逼着孩子去做这件事儿，我反正是想不通。哎，您家孩子有学吗？有喜欢那个架子鼓，打得非常好，因为他喜欢。然后你把它扔在那儿，然后出去玩去。必须的。买托管送架子鼓。我确实，我也是长大以后觉得自己很遗憾，自己小时候没学。但你现在谁要让我学，我就跟谁拼命。我确实很想学一门乐器，特别想学，但是感觉自己又下不了那功夫。您有什么好办法吗？成年人我也能教啊。那等我爸给我送过去吧。我回头找您学，跟您交流交流。但看您这造型，其实不像弹吉，像弹钢琴，跟贝多芬似的。好像贝多芬啊。我觉得这段作品就是回到脱口秀的角度，我会觉得稍显遗憾的一个点，就是你自己，你作为一个音乐老师或者叫做少儿音乐老师，你对这个事儿的态度其实有轻微的摇摆。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音乐是件很重要的事儿，但有些时候因为段子的逻辑的反转那个逻辑，又得把它塑造成，比如说就是打引号的不是正事儿，所谓的这个课外活动，其实你自己的这个态度在段子里啊没有特别一致。对，我感觉好像这个事儿会让观众稍微有点，我下一个段子应该站在哪边呢？咱到了舞台上，咱就尤其咱就演这几分钟，你就得坚定。你觉得七七一定想让这些人亲嘴吗？他想。好，谢谢胡来。那么胡来的对手也是这一场比赛最后一位要上场的演员，请大家给我们最后一位演员一些鼓励。毕竟等了很久，而且他去年就来到了这个舞台上，今年来到喜单3的舞台就一件事儿，粉丝量一定要超过他的爷爷徐德伦。我们掌声有请徐指导。我是那个整轮最后一个，我觉得上一轮小爽是个很好的榜样，他最后一轮上来演得非常稳，然后非常帅的一个收尾。我希望我能让来录制的观众也好，让线上的观众也好，看到这一段，看到最后，然后是一个亮眼的收尾。我也相信能做到。这个赛段我去了很多次开放麦练习。我就想当个单口喜剧的劳动人民，咱把每一个小事儿、每一个小观察，用自己最大努力给它写好笑了，就很满意了。我这一赛段希望就能够特别松弛的，像在开放麦一样，就跟大家嘻嘻哈哈的讲完，就挺好。谢谢大家，我是徐指导。不是谢谢换了件衣服又上来了，好不好？哎呀，这轮给大家分享一个难以启齿的事情。我6岁的时候被家里强行报名学过1年拉丁舞，能看得出来我家里也没空带我啊。我当时就这个身材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老师超级震撼，就看着我的2位家长，你们怎么理解的拉丁舞？为什么拉个壮丁来跳舞？这个糟糕的决策是由我妈提议，我奶出资，我奶亲自看我跳了一次以后决定撤资。我当时跳的差到我在班里都找不到合适的舞伴，老师每天在班级前面说，同水平的一个女生一个男生搭档成舞伴，互相学习，互相跳。看着我说，你先对着镜子跳。
我说那老师，等会儿第一个动作我俩谁先跳啊？直到过了2个多月，班里新转进来一个，我跟他勉强成为了舞伴，水平可以说跟我是不分伯仲。我为什么说勉强呢？性别也完全一致。就我们2个男的跳的差的有点高山流水了，相得益彰啊！就老师那个拍，我俩拍跟不上，但我俩错的拍在一起。就我俩简直可以说是拉丁舞界的一对卧龙。我说这哪是新招进来的，他是镜子里那个我出来了。他从镜子里出来之前，我俩只是一对卧龙卧。后来舞蹈班办了一场内部的比赛，家长们都来看了。我跟龙卧呢，设计了一个动作，就是我俩跳一半的时候撒手，然后转圈再丝滑的拉回来。那天我俩是在第2分钟撒的手。比赛结束后才找到对方。那天就是投资人我奶亲自看的那场。来之前他听说我找舞伴费劲了，但是没想到在台上找啊。看着我跟我的舞伴在台上越找越远，双向辜负。说这舞伴之间确实会形成独特的磁场，这个同性它就是相斥，是吧？我在台上找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看台上很多家长那个目光已经不看自己孩子了，在那好奇了这是谁家孩子。很快他们全知道了，因为整个看台上就我奶一个低头不看我的呀。不知道为什么，那年我的奶奶开始自学舞蹈，我去看了一次，受了很多我的影响，死死地抓了他那个舞伴我的爷爷徐德伦先生，在那娴熟地操纵我爷旋转。这使劲的伦德伦呐！别人家老头都抽陀螺，就我家老头当陀螺。我爷每次跳完舞回到家，身上一滴汗都没有，全让我奶甩干了。但我挺羡慕他俩，岁数挺大，找到了自己的爱好。2年前，我被公司派到海南那边上班，我也想找一个爱好，我考了一张潜水证。各位，你知道潜水证这个爱好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人听完了以后会让你来一段，没有亲戚饭桌上听完了以后说那个把你家浴缸打开吧，咱们开始。我当时刚好是工作把我调到那边，我干的也挺迷茫，我就想报个潜水，然后远离一些。结果到了那个潜点，发现离我公司直线400米，我都怕我潜进公司下水道里。我们那个教练还挺热情，说感谢各位啊，远离自己的工作来这儿学潜水。我说你给我手机套个防水袋，我在这海底下，我钉钉可以打卡。而且我胆子实在太小了，很不适合这个运动。我第一次到岸边，我全是顾虑，我开始担心鲨鱼会吃我。我那个教练太会安慰人了，他说你放心，这个鲨鱼它不爱吃人，它最多就尝一口。我说你这么说我就不怕了，原来我怕的是鲨鱼暴饮暴食啊！这叫什么话？你说我怕的是鲨鱼吃到我，我又不是怕鲨鱼吃完我。你不能说给我吃的就剩1条腿了，我上来说没事啊，各位，他吃不完啊，他吃不完。而且各位，我觉得鲨鱼不爱吃人，觉得人类难吃，这就证明不了潜水这个运动安全。就咱们一块想想，你说咱们都不了解那鲨鱼什么性格。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如果吃到一个特别难吃的东西啊，我肯定会想办法让我的朋友们都来尝一尝。我教练说你放心吧，鲨鱼不会尝你，鲨鱼最喜欢的食物是海豹，而咱们大多数人类呢，脂肪含量比较低，是安全的。我说你带我来啥意思啊？我穿上潜水服也很像海豹啊。海豹是个体脂率40%的哺乳动物，而我作为一个体脂率35%的哺乳动物，但凡今天有1条鲨鱼想吃减脂餐呢。我为了克服恐惧，我开始在岸边刷一些潜水的那种照片、视频什么的，都很好看，但我越刷越害怕，因为我刷了几个，我发现这些潜水的人都是一些身材很好、很瘦的发的照片。我说那些潜完水的胖子都哪去了？是我想的那样吗？啊！
我甚至看到一个帖子，简直骇人听闻，说潜水适合胖子减肥，半年轻了10公斤。我说你说清楚，你是半年逐渐轻了10公斤啊，还是一瞬间轻的呀？我现在感觉这个帖子有问题，我有阴谋论了，我怀疑这个帖子是鲨鱼发的，这该不会是条吊人帖吧？我现在拿潜水证2年了，就用了1次，就是写这篇稿。因为其实我2年前是心情不好才去潜水，当时喜单1，然后我没选上，没要我，身边几个朋友都来了，就人家都来上海了，就我上海里了。他们安慰我说：“你像那个被贬到海南的苏东坡。”哎，我真的我很想问问苏东坡，你当时在海南写东西没人看到，你难过吗？就你定风波里难受的说什么回首向来萧瑟处，是不是就是发现了这个王安石、黄庭坚要去上海录节目？也不用羡慕，没准那个黄庭坚到了以后说了太多话就被剪了，然后咱都。但你看1000年以后，我在喜单3的舞台，我提到苏东坡，大家都认识你，这就说明咱俩都从水里上岸了。这句我非常羞耻，各位。但你们看定风波最后一句就这个意思，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是说明即便是苏东坡啊，他到最后一句啊，他也得上价值。谢谢各位，谢谢你们。谢谢徐指导。喜欢徐指导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这一段有点意思啊，你小苏东坡你。没有，啊，硬收的底，真是。那谁是王安石跟黄庭坚呀？反正不是谢谢，反正不是谢谢。但是上来真像，我晃了一下，你知道吗？就我刚刚上了那一句，真的不是现挂，这跟各位承认，就是我去年下来以后，我接他后面演出，我写了一句，然后我俩就开始，如果他在我后面上这句，我就借他。当然他非常这个确实是很保护原创，这句只你用，然后我不用，哎，非常有原则一个年轻人，这是。那不本来就是他写的，不愧是我的龙卧，好不好？但不管怎么说，真的谢谢你，整个这次的所有的节目最后有这么一个收尾，让我们感觉很满足。是我压力也挺大，因为当时导演组沟通问我能不能收，然后我其实第一反应我有点害怕，然后这个也尝试问过能不能往中间换一换，但是中间的人都不愿意把位置让出来。你跟他们说呀，哎，往边上靠一靠。这帮小机器人啊！但其实这是开玩笑，因为我其实对我这篇内容我稍微有点自信，我希望能给大家今天晚上就是最后能再开心的回去，希望能完成了吧今天，谢谢各位，谢谢你们。但我从演员的角度，这个非常难得，这非常锻炼人。是，因为咱们演出的时候，你都知道，最后一个演出的压力，最好的节目才放在最后呢。哎呀，别，这肯定谈不上。但话说来，我能向您求教一下吗？因为这个。你是怎么从拉丁过桥到潜水的呢？是这样，因为确实我有些东西就是我觉得3分钟正好，然后再多一点呢，我就觉得它梗密度可能就堆不上去了。我就有的时候为了保密度，我就会把它砍到一个2、3分钟的体量。因为其实最开始这个段子是想说，就是小的时候其实家里逼着你，像胡来老师说过，就是去学一个东西。但其实学潜水证，我根本不热爱潜水，我单纯的就是为了假装自己没那么空虚。那一刻我发现我好像是我自己的家长，就那种感觉。当时就想这2个能不能放到一起。2年前，然后我当时那份工作把我派到海南，我1年没上台，我看着大家这个远离我都在进步，然后我特别崩溃的时候，我突然那个画面就浮现出来了，所以最后就选择了这么一个收尾方式。太好了，太会比赛了，是个大赛型选手啊。徐指导这个能力很强哎，就是有的人其实可能把很多故事放在一起，大家会觉得很杂，或者有一个故事没听爽，但是你把每个故事都安排的非常的分量刚好，然后我们就听得很清晰。谢谢，所以压轴是有道理的，真厉害。我也是觉得，就是首先文本很规整，而且很巧。我发现你的想象力好强啊！就光鲨鱼那一段，我的妈呀，我就一直在听。主要是真胆小。我知道你胆小归胆小，但是你想象力真的太强了。
就你平时就这么贫是吧？是，确实是。当时反正去学潜水，确实也遇到了点危险，然后没写进去。然后昨天刚好他们转我一个新闻，有一个男的好像让鲨鱼给咬了一块，他没长鲨，让鲨长他一下。好，那我们把胡来也请回舞台中央，看看咱们最后一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按照规则，我要遗憾的请胡来先前往待定区。同时恭喜徐指导202票直接晋级，谢谢各位。今年真是各显神通。除了学拉丁舞，然后我学过画画、蜡笔画、水彩画、油画、速写、素描、电子琴。我的爷爷教过我，但我爷爷教不明白别人，他的教法就是这样，上来就教我写草书的我的本名，这我怎么可能学会？总之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爷就通过他糟糕的教育方式，让我们哥仨全都失去了对书法的兴趣。但我字儿还是非常好看，我觉得有一些天赋，我觉得很像。我真的觉得很像，我当时穿那个潜水服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肚子很显，我说这个真的有点跟海豹分不出来了吧。随着徐指导和胡来这组 PK 的结果，我们第2赛段整个赛段对抗路友谊赛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表演，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阿成陪了咱一整个赛段，有啥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不太敢说话。你怎么了？我不知道妻友复活没，心虚，我现在有点心虚，我得看看结果再说吧。主要是好朋友，有点担心他。成，那就不为难阿成了。咱们这边4位气氛组组长，简短的，我们稍微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赛段，要不？我先说吧，我呀就是真的是第一次看线下脱口秀，这2天说实话就好充实。看到了这么多高手在一起过招，哎呦，这种感觉真的太奇妙、太美妙了。我刚才还说，昨天我一宿基本上做的都是他们的梦，我估计今天晚上又是一个不眠夜。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切入点的越来越丰富，根据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有从这个自己的职业，有从自己的经历，甚至从自己的曾经受到的伤害，或者说是他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给你带来的感受就越来越丰富，就挺奇妙的。反而其实我对于下一个赛段充满了期待和疑虑。但凡是在创作的这样的比赛，越往后就越难，我觉得也给我们下了一个钩子，也就从现在开始期待了起来。担心就是因为期待嘛，担心就是因为关心嘛。每次录制都感觉是来给予我养分的，就无论是简单直接的，还是让我回味无穷的。我觉得今天下午看到77得这么高的票，然后觉得终于女孩有胜利的光辉在，然后又看到凯峰、海宇作为新人可以拿到很高的票，像黑灯依然可以很炸，就是新人老人一起的那种蓬勃的状态，就是真好，这个夏天真好。我觉得就是乃文哥刚才有这么一句话，其实这并不算是线下的表演，顶多算是您面对面看到他表演。真想看线下，还是得您去剧场里，然后观看这些个选手朋友们，不论是留在我们舞台的，还是说在待定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抽出时间去现场真正的看一看我们这些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郭麒麟老师。那对抗路友谊赛的最后一场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的得票情况。淘宝闪购更优惠，你的喜报已就位，请看大屏幕。恭喜77 216票获得本期比赛的最高分，恭喜！够快、够好、够优惠，淘宝闪购将与你一起见证够闪耀时刻，并且为你准备了惊喜福利。恭喜77！除去坐在我们对面2楼已经晋级的22组演员之外，我相信无论观众朋友、我们的气氛组，所有朋友心中都会有自己的遗憾和遗珠。喜剧之王单口季一直是演员友好、公平公正，按照整场比赛
3期下来的排名会有10位朋友再次回到舞台之上。我们来看一下，会是谁能继续陪伴大家一起演出、一起比赛？请看大屏幕。恭喜嘻哈、浩、多多、肉食动物、徐福气、安全出口、陈述、普拉斯、门枪、七友，欢迎你们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奉献精彩的演出，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巴拉宝宝，你好棒！你勇敢善良、正直真诚、努力、乐于助人。坦坦荡荡，曲中若轻，有得必有失。希望自己以后都变得更洒脱一点，很多事儿去看得更开一点。我希望你能永远像第一次接触脱口秀那样喜欢脱口秀。你忘词了没？回答我，立马回答我。也认识这么多朋友，还是挺开心的，也没有什么遗憾。玩完了，我要回去享受我的假期了，我要好好的休息。我真嫉妒我自己，嫉妒哭哭。故事的结局还是说了拜拜。是我最喜欢的黑森林蛋糕，在外面很苦，但其实里面很甜。捞起捞起，风生水起。我希望我下次来的时候，我可以给这架一个锅。祝我们在喜剧这条路上永远有饭吃。祝我们在喜剧这个条路上洋洋堂堂的。那第2赛段对抗路友谊赛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们最终来看一下本赛段的全部晋级名单。恭喜所有的朋友，期待各位后续带来更精彩的演出。我们这一赛段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当然，所有的朋友都会依然在剧场里为大家带来欢乐。喜剧之王单口季2026线下巡演即将开始，全网搜索新的派standby，了解更多喜单巡演信息。上微博参与谁是喜单3最佳爆梗1v1活动，为他们助力解锁正片惊喜福利。最后，谢谢所有的演员、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我们的气氛组组长，下期再见。祝贺各位顺利晋级第3赛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代理主持人登场。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喜剧播客界的主持双子星咸鱼大老王。原来2个人搁这儿等着呢。抱歉，我们拿到属于我们的 offer 了。首先，我们恭喜32组演员晋级成功，恭喜大家！那些输的朋友，输在哪里？到底输在哪里？我说众生平等，我等了500年整。500年整。好着呢。好了，接下来我们认真宣布本赛段的规则。正式宣布本赛段的规则：在对抗路友谊赛中，互为对手且顺利晋级的2组演员，将在本赛段直接成为队友。当然了，因为淘汰了对手单独晋级而暂时落单的朋友们呢，也不用紧张，你们可以互相重新组队。你们将按照第2赛段的成绩排名从高到低，依次向其他落单演员发起组队邀请，重新组建友谊战队。也恭喜各位老师，好吧，恭喜各位老师啊！我们有请落单演员里排名第1的七七，欢迎七七。你想邀请谁作为你的队友？我选李卓言。Yes I do。刘奎。选谁？小马天徐指导，我邀请杨子。哎呀，行，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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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鹏吧。
恭喜16组友谊战队组队成功，恭喜你们！现组建的16组友谊战队排名前2的小队，还有一个特别奖励。哎，这是什么？观影邀请函。读一下呢。恭喜各位受周星驰先生，哎呦，不得了！哎，我的天！邀请参加电影《功夫女足》的内部点映。这是一次关于梦想与功夫的久别重逢，更是喜剧精神与女足力量的全新碰撞。同时，各位还将获得在映后采访功夫女足的主创团队周星驰、胡宇安、林子聪的机会。主题我们就这样吧，我们买一个测谎仪，然后我们就问一些刁钻的问题，他们不能说谎。林子聪真的是你现在觉得最适合这个角色的演员？对，然后胡宇安老师是不是你合作到现在为止最满意的一位？但是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套近乎，必须第一关就是打开他的心门，我们就派海宇去套近乎。我应该是我们4个里最挨的了。你说七爷，这是我们第2次见面了啊，结果他弄完这，我是今年的新选手，又整啊，又整老人。我们每年都去，每年都整他一回。今夜扎西德了。可以。我们这样吧，如果周星驰的心门打不开，我们先去打开他那2个演员的心门。哎，你别说，你跟聪哥2个有点像。王子聪，欢迎来到王子聪和林月的播客。你可以，我觉得林子聪交给你，我和王悦一块儿吧。行，那你们谢谢你，对吧？我和他一起负责林子聪，那我们俩就负责另一个演员老师。我们脱口秀一些简单互动嘛，对吧？你来自哪里呀？你们3个是不是一块儿来的？你们仨什么关系？用3个词形容一下你旁边这个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吗？对今年我们这个节目有什么期待吗？都可以问问。对。用节目跟电影做一些相互的勾连。你觉得我们几个跟那个参演的演员差距在哪里？如何提高呢？实在不行，我多准备几条哈达线过去，没关系。送礼吧。对，一切的犀利问题都可以用扎西德勒去化解。实在不行，再加个巴扎黑。然后再给星爷下个死任务，就是必须在下一部电影里面邀请到喜丹20名演员去客串。我觉得可以。必须要 offer， 我们哪怕去演啦啦队呢，不能把空手回来。Hello， 欢迎大家！然后我们现在热烈欢迎一下星爷和我们功夫女足的主创。大家好。来吧，我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们接下来4位呢，可以跟3位做一个自我介绍。老师们好，我是王悦。重生之我在功夫女足里面可能是林子聪的本人，林子聪的背影。哦，他说踢我的背。我觉得只有他能替你，也可以你替他的背。我觉得他正脸都可以，正脸可以替。 3位老师好啊，我是海宇，我在喜丹3是少数民族演员，我是藏族。重生之我在功夫女足，我想扮演的角色是许君聪老师扮演的那个泰国队的主教练，因为我跟他都说长得很像，就是可以直接替换过来，就直接可以演。你可以，又是正面可以替。你们有个替身的梦啊！重生之我在功夫女足里，我觉得我将会是那条龙。重生之我在功夫女足里，我的角色将是志天。对，我最想拥有的功夫是点盒饭。如果尹天仇没有盒饭的时候，我可以给他一盒。害得所有人都没饭吃，我也没吃饭呐。你很想吃饭吗？啊，和他一起吃吧。就是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无厘头，然后又把夸张做到极致的这么一部热血的喜剧。我们在电影院里面笑出鸡叫。
是真的有人把鸡带进去看吗？我想听一下是怎么样的鸡叫，就这样笑，就这样子。对对。你现在是说优点是吗？对啊。为何？是不是没跟你讲那个粤语有稍微语言有一点？那從現在開始我講粵語。哦，你刚才是说粤语吗？对呀对呀。有没有粤语翻译啊？我第一个印象非常深的镜头是那个踢足球的时候，把那个那个框里面的网踢烂了。然后2个工作人员拎着箱子上去在那补网。但是这个好笑的点是在于，因为这个电影就是在一个很无厘头的宏大的叙事里面，看到了一个真正在做实事的人。哎，其实我们还有好多补网的镜头，我们就拿掉。对，拿掉了。哎呀，到时候全部都发给我。你挨个笑。他可以靠这个来解压。现在我回去看100遍补网。其实我们都拍了挺长的那一场戏，也是要考虑到整个节奏。其实还有记者提问的还有几个问题，最后因为整个节奏的关系，含着泪的就把它拿走，忍痛的割爱，太痛了。我们昨天看到的就是对丧彪这个角色，我们几个就是很喜欢，就是你一出来，我们这边就是那种。谢谢。那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胡老师第一次看到丧彪这个角色的剧本的时候，递到你面前，你看到这个剧本有什么感受？当时我觉得丧彪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很熟悉，就是我人生养的第一只猫叫丧彪，然后它很跳脱，精力特别充沛，就是像一个那种弹珠一样到处飞来飞去的，我很满意这个名字。后面第一场戏我记得就是我就是走进来这样，然后结果他们跑进来说不是你演错了，你是那种你要哭，你现在要哭啊，我都懵了你。然后我后面每天就是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我每天都要哭的打算。其实我也挺喜欢的，是一个反差很大的一个角色。我们昨天看完过后出来，就是同场看的很多人都有聊到这个角色，因为大家好像都有在丧彪身上看到了自己。其实我感觉就是那样一个性格，他需要最后的那一个爆发。对对对，因为我生活中也是像电影里，其实是会把委屈就吞在自己心里，所以我感觉需要那个最后冲击那一下，窝窝囊囊的，对，爆发那一下那种人格出来。那你今天吼了吗？今天没有。不如就在现在吧。每个人都站起来啊！我很想问一下，当时这么多鬼马的招数，在这部电影里面这么密集的出现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想到的？可能真的有这些人，真的见过是吧？对啊，我们会把它更立体想象，对，在想象这空间。但是这个，譬如说这个关节是可以脱开来，然后再回去，这个是有这种人的。哦，有会脱臼完了之后，然后下一秒就自己可以就是把关节就是脱开，对，这某一些关节，不是每一个关节。缩骨功。确实，我们看完了，大脑皮层已经没有褶皱了。我们还看到，除了丧彪以外，我们最关注2个角色是小斐和热巴演的双双和玉龙，怎么样想到给他们这样人设和关系链接的？我觉得现实中的女生之间的一些友情，其实就是很像他们这样，就对抗路一点。所以你跟闺蜜也会有这种关系吗？肯定有啊，有火花是好的，我觉得有火花代表感情会越来越好，你有这个才会活人感满满的。但是那个很打动我，就是他们2个小时候的回忆，2个小女孩就是特别纯真。想入血腸，問過我哋先。原來有一些伏筆埋在了25年前，是我们的计划。那我们就稍稍收个尾啊，邀请星爷、聪哥和雨安一人说一句话，来向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安利一下我们的新电影《功夫女足》。如果大家最近胃口不怎么好，睡眠不太好，不如去看看《功夫女足》啊，可能会帮到你的。
一定能帮到，一定能帮到。看完过后吃得香，睡得好。想看一群热血沸腾的美女踢足球，就来看吧，顺带跟我一起发个飙。发飙！我就希望大家喜欢，希望大家喜欢，一定会，一定会的。我相信功夫女足和喜丹山一样，都会陪大家度过一个难忘的夏天。感谢星爷，感谢我们主创团队，谢谢你们，谢谢。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欢迎任科，这一赛段叫友谊路对抗赛。我要是勾践，我也得让全世界知道我卧薪尝胆。我在川沙那儿修一个尝胆乐园，吉祥物是赵子龙，因为他浑身是胆。第一次外国法测试，我勇夺倒数第2，明哥倒数第1。但是明哥没挂科，明哥高兴坏，他说：“兄弟，咱俩没学都没挂科，咱俩要学了不无敌了。”我学了。确实现在比以前更红一点了，这个道德感呐有一些滑坡，可以说是穷人还没乍富，小人已经得志了。尤其是藏族的刻板印象就一定有热情大，不是的，我们那边也有我这种 INFP 藏族。草原上除了牛和马也有小蝴蝶。楼层高的人也开始断舍离，把自己家里平时就需要搬下楼才扔得了的东西，开始直接往水里扔。我也顺手就把我书包扔了。知识就应该在海洋里。我的这把枪型号是佛朗宁1935，我这把翟佳妮1994。今天呢，想给大家演一个不太一样的小节目，分享一下我自己做的绘本《教道无力，黄渤效忠黄渤》。治愈神版黑灯复明，我都看不了这个。最后会给出怎样的结果？请看大屏幕。爱情。